荔枝这种果物呢，朱红鳞皮，实如凝脂，原产自岭南，川中亦有5月大暑。据说这个味道绝美啊，但是呢，极其容易腐烂，不易保存，有1日色变、2日香变、3日味变之说。说起荔枝，李善德说的是头头是道。他为什么如此精通呢？还要从他的职业说起。他是上林署的监事，平时就是负责一些吃花弄草的工作，与同僚不太合群，但是人还算机灵。这日上林署接到右相的命令，要一位官员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上林署的刘署令一看，从岭南运送鲜荔枝到长安有5000里的路程，这是一个完不成的任务啊！上林署的各位监事也都知道，谁领了这个命令，只有死路一条，于是都是纷纷以各种事由推脱。大家推来推去，就把这个差事推给了没来上班的李善德。李善德之所以没来上班，是因为他想买回他曾经当出去的祖宅，因为对祖宅的了解，各种挑毛病，最后以300贯的低价谈下来。可是自己浑身上下凑出130贯，只能张口和自己的前小舅子陪酒侍郎郑平安借。郑平安的姐姐过世，之所以还愿意搭理李善德，是因为还有一个懂事的外甥女秀。数落一阵李善德之后，告诉李善德自己作保，让他去平康坊贷款150贯，把房子买回来。可是还差20贯，郑平安是恨得牙根直痒痒。不过还是借了他。李善德一点不客气，当即拿出了从家里写好的借条。他什么时候写的？他怎么知道我会借给他？有了郑平安的担保，李善德来到平康坊，找到17娘，贷款了150贯，成功的把祖宅给买回来。回到上林署，上林署的同僚已经认定了，把荔枝使的差事给李善德。在刘署令的下套忽悠下，李善德自认为自己很懂荔枝，以为让自己去采办荔枝间，根本没想是鲜荔枝的事情，便签下了委任状。自此他就成了圣上的荔枝使。李善德还挺美，觉得为官10几年，终于得到了翻身的机会，拿着官服和委任状准备回家。路上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委任状上掉出了一个字，上面的荔枝间变成了荔枝鲜。这下自己傻眼了，鲜荔枝根本运不回长安啊，这不是要了自己的命吗？晋安司司丞卢焕给了郑平安一个任务，说高州刺史何有光派了一个使臣潘宝来到长安，带来大量珠宝来贿赂右相，希望能得到颁发给他的岭南鱼兵符，让郑平安去平康坊寻找证据，扳倒右相，许诺他能重返郑家。郑平安来到平康坊，马归云和潘宝正在商量鱼兵符的事情，说要自己亲自去岭南把鱼兵符交给何有光。郑平安爬到阳台，听见了他们的对话。潘宝给了马归云一个信物，让其去高州和何有光对接，随后离开。好巧不巧，马归云开窗户想透透气，正好看见窗外偷听的郑平安。你干嘛呢？我在偷听啊。记得听。郑平安只能干了，期间打倒了灯烛。郑平安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杀了马归。李善德找到了档案室，发现了自己的任命书，果然是鲜荔枝，自己这次彻底死心了，一阵急火攻心，晕了过去。可怜了秀儿还在学校，一直等着父亲来接。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集，我们下集见。我可以扮演右相使者，去接近何有光，万一我拿到证据，就可以扳倒右相，为左相分忧。如果我败了，我不是官绅，也不会牵扯到左相。让陆思成成全。郑平安杀了右相使者马归云，晋安司司丞卢焕觉得他不光没有拿到右相勾结何有光的证据，还杀了人，应该将其治罪。郑平安赶紧解释，说自己虽然没拿到证据，但是自己拿到了马归云去见何有光的信物，自己可以假扮马归云去见何有光。至于潘宝见过自己，那就除掉他。卢焕同意他的方案，但是要先除掉潘宝。他带了2个人，准备给潘宝造成一个意外死亡。认识吗？换个地方说话。扔到河里，可是正好被路过的李善德给看见，把他给救了上来。可是转眼又进河里了。他怎么又下去了？我刚才我都把他捞上来了。你自己都已经是个死人了，还有功夫救人吗？李善德是心灰意冷，自己身边的好友一个个的都是升官发财，自己却接了一个完不成的任务，简直是生无可恋，死了可惜。可是圣上金口玉言已开，谁敢说圣上错了？圣人口含天线，他定了审了，谁敢劝个不字，那些衙属宁可往下推，也没有一个敢让圣人撤回成命。一看上面采办荔枝回来的日期，正是贵妃的生辰，心想一定是圣上为了讨好贵妃，才有了这个荔枝使。李善德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女儿，如果自己死了，秀儿定是成奴，
还欠着平康坊150贯的贷款。郑平安也觉得此行岭南凶多吉少，想遣散自己的下人狗儿，可是狗儿舍不得主人，誓死跟随他。李善德犹豫之下，决定把秀儿过继给郑平安，至少郑平安是真心对自己女儿好，不会害了他。过继书还没送给郑平安，没想到狗儿先送给他一封信，说他要出一趟门。平安要是先回来，让他记住去绣坊接秀啊。知道了，记住了，记住了。李善德依依不舍地把秀儿送到学堂，准备去岭南，被平康坊的人拦路，知道李善德做了荔枝使，此一去生死未卜，要李善德先还钱。李善德以荔枝使的身份把他们赶走，随后去了上林署，决定要钱。刘署令把差事交出去了，本不想理他，没想到平时能不吭声的李善德暴怒，说自己现在是荔枝使，此去岭南的一切开销都应该由上林署承担，不给钱就是阻碍荔枝使的差事，到时候他会禀报圣上。刘署令看李善德如此强硬，不想把事情搞大，把钱给了李善德。李善德用这个钱用于还给平康坊，说这些钱够还到6月初1。17娘不依不饶，怕他死了，要了他的房契，并用女儿来威胁他。李善德妥协，把房契给了17娘，和秀儿告别，说自己要出一趟远门办差事，8月才会回来，把秀儿托付给学堂，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岭南的路程。2个好友来送他，既然退无可退，何不向前，拼死一搏？李善德跑死马，换毛驴，一路艰辛的跋山涉水，踏上这趟生死未卜的旅程。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集，我们下集见。干嘛的？你这狗奴，瞎了你的眼，也不看看来的是谁？你打一个下人干什么？还骂别人狗奴？放肆！还愣着？还不快带路！郑平安率先到达高州，找到刺史府，虽然官位不大，但是气势已经到位了。没见到何有光，迎接他的是他的长书记赵新民。赵新民可谓是何有光的代言人和军师，虽然对眼前的自称是右相使臣马归云有所怀疑，但是对方气势摆在那，自己也不好得罪，只能先应付着。郑平安拿出自己在马归云身上得到信物，交给赵新民。赵新民确认无误，是潘宝的东西，问潘宝何在。郑平安说潘宝当然要留在长安，以保自己平安，说自己带来了于兵符，要亲手交给何有光，并且让何有光写一封效忠右相的效忠信。赵新民不敢擅自做决定，上面什么心思，我一个小卒不配知道。右相有所吩咐，一封信换一枚符。去报告给刺史何有光。何有光大大咧咧，没什么心眼，一心想要于兵符，然后称霸岭南。赵新民却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要何有光先别写效忠信，先观察一下这个使臣。本来我们跟右相就勾着的呀，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 2个臣子勾结，圣约难违。一个臣子不效忠圣人，而效忠另一个臣子，这就出大问题了。李善德狼狈的也到达了高州的刺史府，可是见到何有光，何有光却觉得他是骗子，让人拉下去扔河里喂鱼。李善德极力解释，拿出文书和自己上林署的令牌，可是这何有光就是不信，觉得他的东西都是假的。李善德无奈，只能说自己认识潘宝，而且潘宝已经死了。这下何有光和赵新民有点相信他了，但是也不能全信，说要调查一下，把李善德给晾在一边。再找何有光和赵新民，却被告知不在了，说是去七凤阁喝酒了。这给李善德给气的，自己晚上还没有地方过夜呢。此时的赵新民正在陪着郑平安喝酒呢。这里的蓝玉向郑平安打听潘宝在长安的情况，郑平安却说自己和他喝得很好，蓝玉却告诉他潘宝身上有伤，从不喝酒，又问他们来长安用了多少天。郑平安告诉他们用了25天。赵新民马上疑惑，说自己听荔枝使说潘宝26天前被淹死了。郑平安表示不知情。郑平安觉得既然这么不相信自己，那自己走便是。赵新民赶紧挽留。李善德在大街上救了一个卖荔枝的小贩，小贩为了感谢他，送给他1斤荔枝，告诉他这是枣荔枝，叫3月红，味道有些酸。李善德拿着荔枝去七凤阁找赵新民，正好遇见了郑平安。平安，我很顺利的就到岭南了，你怎么也来了？不是，哎呦，我这说来话长啊！我出发前我去找你，结果平安你平安你平安我平平安安最重要，没想到他乡遇故知。郑平安赶紧打岔，好不容易把赵新民给糊弄过去。狗儿把李善德带到他们住的驿站，郑平安赶紧找到李善德，问他为什么来这里。李善德把自己做了荔枝使的事情解释了一遍。郑平安告诉他自己现在叫马归云，让他不要捣乱。郑平安在书店找到了左相安插在岭南的眼线云清，云清怪罪他
刚到岭南，差点就暴露的身份。郑平安解释说自己是被这个荔枝使害了，但是这个荔枝使和自己关系特殊，云清不想听他解释，觉得要么杀了他，要么利用他为自己所用。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3集，我们下集见。我初到岭南，我人生地不熟，就是新鲜荔枝采买的事儿，还望多多配合。那是，某等定当全力配合。李善德作为荔枝使，千辛万苦来到岭南，可是始终得不到当地的配合。赵兴民更是一再的敷衍，给他一个在岭南的通关文书，算是配合，让他在岭南畅通无阻。至于住处，以困难为由，让他自行寻找。给了他一块荔枝剑的牌子，李善德无奈只能回到郑平安的驿站。郑平安现在已经不像前几日对姐夫那样无礼了，对姐夫是恭敬有加。你姐活着的时候，你都没叫我姐，现在叫我姐，我怕折寿。对，说他想要钱，自己帮他和何有光说，但是现在自己也有难处，就是潘宝的死，得让荔枝使帮自己圆过去。双方达成一致，但是李善德还是好奇，这马归云到底是谁？不知道马归云是谁，你还能活4个月；知道马归云是谁，你最多能活4个时辰。李善德觉得那还是不知道的好。经过确认，何有光和赵兴民确认了马归云就是右厢的使臣，但是这马归云传来消息，却突然要走了。郑平安说自己也没见到何有光，决定走了。临走前安排一个酒局，还找来了李善德。局间，李善德按照他和郑平安事先设定好的话术说圣上既然能惦记岭南的荔枝，说明圣上是在惦记岭南。郑平安问潘宝是怎么死的，李善德告诉大家，潘宝是淹死在后花园，因为那日有人压折了圣上的老牡丹，众人怕怪罪，所以那天把后花园的消息都给封锁了，所以外人都不知情。至于今天为什么又说出来了，表示自己现在为圣上办事，这点小事已经不是事了。我是带着任务来岭南的，我要么我就得偿所愿，要么我因公殉职。李善德这话说的有理有据，铿锵有力，让赵兴民不得不重视李善德了，开始挽留马归云。郑平安当然也就不走了，邀请他和何有光一见。二人寒暄一番之后，何有光要于兵符，郑平安还是要效忠信。赵兴民开始说话，说此事要从长计议，说昨日酒宴上，李善德提醒他们，圣上惦记岭南，有让他来采办鲜荔枝，鲜荔枝又极易腐烂，又说了以死殉国的话。这说明什么？说明李善德就是左相派来的人。郑平安想解释一下，说这事没那么复杂，只要他写一封效忠右相的信，自己把于兵符交给他，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可是这何有光和赵兴民已经认定了李善德就是左相的人，是来监视自己的，他在这自己也不能使用于兵符，除非把他给杀了。郑平安一看，不能把姐夫杀了，说不能杀人，不然麻烦会更大，自己有办法让他离开岭南。郑平安这个气啊，没想到这两人自作聪明，一通乱分析，竟然把李善德分析成左相的人。好一个卧龙凤雏！你说他们精吧，弯弯绕绕，好一顿算计；你说他们愚笨吧，还能给你编出一个捕风捉影的故事来。回去和李善德商量，说何有光不会给他钱的，而且他们两个人的任务有冲突，自己会帮他弄钱，然后让他带着钱回长安。李善德虽然不甘心，但是想想郑平安说的也有道理，自己肯定是完不成运送荔枝的任务了，早晚都要死，能给秀儿留下一笔钱是最好的选择了。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4集，我们下集见。这个荔枝不是谁都有资格来运的啊。你的意思是，这贡品有谁来供应，都是李大使来定？要不他是荔枝使啊？在郑平安的运作下，招揽了一帮胡商，一顿隆重的介绍了从长安来的荔枝使。这帮商人不会放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听说要采买荔枝间，都想让荔枝使从自己这里拿货。郑平安告诉大家，想要做上这笔生意，要先拿到一个入场券，才有机会竞争此次荔枝间的生意。众人一看，纷纷交钱，争取有入场的机会。李善德觉得这事情办得不仁义，这不就是行骗吗？自己宁愿不要这钱，也不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情。告诉大家，自己虽然手里有通关文牒，一路上有免税的政策，但是自己要运送的是荔枝仙，这是完不成的任务。大家一听是荔枝仙，纷纷打了退堂鼓。郑平安对姐夫的仁义是一顿数落，白费了自己的一片苦心。这时候，其中的一个胡商来找李善德，这人毛遂自荐，说自己想和荔枝使做生意。这人叫苏亮，苏亮知道李善德用钱，自己可以借他，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借用一下他的5府免检的通关文牒，让李善德开一个价。李善德觉得还有这好事，和他成交。
干脆凑一个整数，1000贯，如何？766加3成，996。那就996。李善德不费什么力就得到了996贯钱，看这么痛快的就送钱，后悔有点要少了。郑平安看他也得到钱了，让他马上启程回长安。李善德每日都在研究运送荔枝的路线，也觉得郑平安的话有道理，觉得回长安见女儿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此时的长安，左相在岭南的眼线宋无忌也许得到了右相和何有光勾结贪腐的证据，在回长安的路上被右相的人劫杀，美其名曰是宋无忌在岭南打着左相的幌子，大肆敛财，是替左相除了一个祸害。现在只希望寄托于郑平安的身上，希望他能找出右相贪腐的证据。而右相那边也把希望寄托于马归云，希望他能把岭南的事处理干净。李善德在郑平安的张罗下，不甘心地踏上回长安的路程，可是到了城门口却遭遇堵车。李善德是越想越不对劲，自己作为荔枝使，虽然是一个几乎完不成的任务，可是自己现在连荔枝树都没看见，是太不甘心了。扛上自己荔枝间的牌子，决定去找上次被自己救下来的荔枝小贩。打听下得知，这人在家给了报酬，人家把他带到小贩的家里。这里的荔枝农民以为又来了一个收园子的官员，直接把他给绑起来吊树上。无论李善德怎样解释，这些农户们就是不相信他。李善德发现他们的荔枝树生春象虫子了，说自己有办法驱虫，赶紧召集村民。这可是李善德的强项，制作农药，做了一把水枪，把制作好的除虫药水喷洒到荔枝树上，虫子果然都死了。大家相信了李善德，回去按照他的方法驱虫。这时候他认识的小贩也回来了，听说李善德要买荔枝，说现在的荔枝没好，只有3月红。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5集，我们下集见。放入大泵之前，可以把荔枝拿盐水泡过，可保到3日如鲜。李善德准备回长安，中途想带点荔枝回去，可是这里的阿童告诉他，可用密封的方法和用盐水泡的方法，也只能保存3、5日。这时候杨校尉来了，还像往常一样过来要账，要不就收了他们的荔枝园。阿童带领村民极力保护庄园，李善德发现他们竟然把荔枝放水里，竟然能延长荔枝的存放时间，过来找阿童。你用隔水之法还能拖延几日？用什么法子都拖延不了。你闭嘴！快告诉我！杨校尉一听不满意，以为他说的账竟然还要延，绝不答应。李善德看见他们遇到麻烦了，利用自己荔枝使的身份，把杨校尉给赶走。阿童感谢李善德，告诉他用水的话，荔枝能保存6日。李善德突然觉得有戏，决定不走了，研究荔枝保鲜的方法。郑平安和赵新明以为李善德已经走了，现在可以安全的交换兵符和效忠信。刚掏出来，李善德回来了。你怎么回来了？我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我要留下来运荔枝。我觉得这事儿能成。这可给郑平安给气坏了，说何有光本来是要杀他的，自己好不容易找个理由让他走，结果他竟然又回来了。李善德觉得自己本就是将死之人，现在看有了一线生机，一定要搏一搏。现在就要研究用这个坛子储存荔枝。郑平安是气得无可奈何。李善德又来到荔枝园，想拿点3月红回去做实验。阿童却觉得李善德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一问之下，竟然死了妻子，对他的好感更是倍增。那我要和你喝同心酒。同心酒，同心协力。哎，这个寓意好。来，我要和他喝同心酒。李善德哪里知道，喝了这同心酒，二人就是定下了婚约。可是同村的严雅庄有些吃醋了，觉得阿童不能嫁给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阿童却觉得李善德很好，很有才，懂荔枝的培育，还愿意留下来一起培育荔枝，值得自己托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善德就是用坛子密封荔枝，想尽各种能让荔枝保鲜的方法。赵新明过来看他，李善德想问岭南有兵吗？李善德想用冰冻来储存荔枝，可是赵新明却给听成了要兵马的兵，觉得这个李善德果然深不可测。有兵吗？兵？岭南自然有兵。哎呀，他这里的使要兵何用啊？哎呀，我这个转运荔枝，他得用到兵啊。要回去向何有光报告。这对卧龙凤雏又开始分析起来了，说这李善德是在探他们的虚实，既然想借兵，那就让他写一个借兵的文书。李善德一听，觉得应该就写了讨要冰块的文书。这赵新明才看明白，李善德要的是冰块，说岭南地区湿热，他们都没见过冰块。哎呀，误会了，我还以为李大使要用冰室押运荔枝的嘛。你看，真误会了。
可是何有光和赵新民两个人自以为了解了李善德，这是借着要冰块的影子，继续来试探他们，以后处事要更加小心了。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6集，我们下集见。那您说要命的事儿是谁的命？你的命保不住了。郑平安面临难题了，右相又派了一名使者来岭南，而郑平安的这个假的右相使者恐怕就要露馅了。左相为了自保，定然不会留着他。现如今空浪方已经截杀他一次，可是这个使者功夫了得，截杀失败了。按照日程，现在恐怕已经到了岭南地界，只能再次截杀。如果不成功，他们只能放弃郑平安了。你想活命，唯有明日速速拿到效忠信，离开岭南，不然这新使者只要踏进刺史府，足下的脑袋脖子可就要分家了。郑平安回去就是一病不起。李善德看他的样子，应该是中暑了，他也是心疼这个小舅子，准备去给他抓药。姑爷虽然愚钝，但他对你却是一片真心。你看他在屋子里面摆弄起来荔枝，是茶饭不思的，现在却专程跑出去为你买药。你也给我滚出去！到了药房，李善德发现了一个双层的坛子，一看喜欢的不得了，这简直是运送荔枝定制的。坛子外层加水，内层装荔枝。一问得知，这坛子是在胡商那里买的，说那边还有很多，都是要卖的。李善德按照药铺老板的指引找到了这个仓库，没想到管理这里的竟然是刘校尉。刘校尉一看见他就烦，正是他的捣乱，才让自己失去了对荔枝园的控制。如今看他低三下四的求自己买坛子，自己就算把坛子都砸了，也不卖给他。眼看荔枝园就要到手了，你倒好，挑出来小手一划了，变成御用荔枝园了，把我那张契书变成了一张废纸。苏亮发现自己前段时间丢失的一船香料，如今在市场上出现了，而出这些香料的人正是现在胡商的行首阿米塔。阿米塔不想承认是自己劫走了他的香料。苏亮说他的香料都是用自己独有的双层坛子运送，让他把香料拿出来对质，结果拿出来真的不是他的坛子。但是苏亮认识自己的香料，说他们换了坛子。阿米塔这些年仗着是何有光的干女儿横行霸市，把苏亮赶走。这时候有人告诉他，荔枝使在仓库发现了双层坛子，并且要以荔枝使的身份征用。阿米塔看事情暴露，只能把香料还给了苏亮。你是不是忘了，你的货早已运下了船，放在西郊的仓库里了？我忘了，忘得一无是处。苏亮请李善德吃了一顿，感谢他发现了那些坛子，才能让自己的香料失而复得。李善德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郑平安还在那病着呢。听说李善德已经买了药，忘记拿回来了。郑平安对他恨的是牙根直痒痒。郑平安又得到消息，对右相使者的截杀又失败了，现在已经找不到他了。使者可能随时出现在岭南，让他必须在使者出现前完成兵符和效忠信的交易，否则他性命不保。郑平安只能再去找赵新民交易，可是赵新民告诉他，之前写的效忠信已经撕了。郑平安觉得可以再写一份，却被告知何有光不在，去斗鸡了，并且叮嘱他说何有光是似斗鸡如命，现在去找他是没用的。郑平安傻眼。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7集，我们下集见。这可先办正事重要。在斗鸡坊，斗鸡就是正事儿啊！是不是？你说你着什么急啊？晚个半天没关系的。已经火烧眉毛了，右相派的新使臣马上就要到了，而郑平安的假身份就得暴露，他得赶紧催何有光写效忠信。何有光却对斗鸡情有独钟，谁也不能中断他的斗鸡。无奈的郑平安只能在一旁等。结果何有光的鸡大将军直接战死，要吃大将军，还要搞一个仪式感。这兵役服还要不要了？我陪你闹了一上午了。终于等到他都完事后，同意写这个效忠信，和他交换兵符。可是这个何有光写封信还是磨磨唧唧。其实可以简洁一点。今天你着什么急呀？归心似箭，想早点启程。终于是等到他写完，把效忠右相的信做了蜡封，正要用于兵符与其交换。这时候来报，右相的新使臣到了，何有光暂停与郑平安交易，要去会会这个新使臣。看看去。郑平安胆战心惊的跟了上去，一看这个使臣竟然是躺着来的，说是得了疟疾，已经奄奄一息。何有光让郑平安上前去看看是不是他的同僚。哎，我是桂云。我不是不回去，我真的回不去。新使臣多次围剿都突围，竟然死于疟疾。有了新使臣的指认，何有光也相信了
郑平安是真的同意了交换于兵符和效忠信。任务完成的如此艰险，让郑平安想想都是后怕。李善德还是坚持每天研究荔枝的保鲜方法，运送荔枝的路线。郑平安把何有光的效忠信交给了云清，自己也算是完成了任务。郑平安邀请云清有时间可以去长安把酒言欢，云清却说他回去就会重回郑氏了，郑氏是名门望族，自己不想和郑氏有太多瓜葛。郑平安奇怪他为什么对郑氏有这么大的偏见，说自己父亲当年做了不堪的事，导致自己和姐姐被赶出郑氏，最后姐姐竟然也病死。云清却告诉了他一个他不知道的事实，说当年右相想拉拢他父亲，他父亲不想和右相同流合污，这才给他父亲加了一个罪名除掉。他父亲为了不连累他的2个孩子，所以才将他们逐出郑氏，才保住他和他姐姐的性命。云清的话深深刺痛了郑平安，没想到恨了一辈子的父亲，竟然是为了给他买玉露团的路上死的，内疚的心理一下上来了。和李善德讲述了他和他父亲的一些故事，现在想想，天下没有一个父亲是不爱自己的子女。李善德感同身受，说自己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秀儿，哪怕再难都要去做。郑平安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决定不走了，要收集证据扳倒右相，为父亲报仇。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8集，我们下集见。你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确定要冒死重返虎口？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情况越发复杂了。郑平安本来得了何有光的效忠信，是可以回长安了，但是云清故意把何家的事说给了郑平安，就是想激他留下来，因为一封效忠信是不足以扳倒右相的，他又像使者的身份，正好可以继续调查右相和何有光勾结的证据。事实证明，云清没有看错郑平安。郑平安决定留下来，请云清指点迷路，扳倒右相，替父亲报仇。云清把右相新使者带来的密信给了郑平安，上面只有3个字：齐京楼。齐京楼，并说了齐京楼的故事，说10年前齐京楼的一场大火烧死了所有人，从那之后何有光就上位了，而宋无忌正是查出了齐京楼和何有光的秘密，才惨遭毒手，所以想要扳倒右相，就先要从齐京楼查起。郑平安懂了，决定干了。云清提醒他，他本来是要走的，要先想一个合适的理由留下来。郑平安表示自己有办法。是我小看你了，曾以为你只是个贪图富贵的胆小之辈。你没有小看我，我就是胆小之辈，但为了阿爷，为了阿姐，我胆大一回。郑平安已经花的没钱了，想找李善德借。李善德说自己的钱都是留着运送荔枝的。郑平安无奈说了实话，说了自己是马归云的前因后果，决定不走了。李善德也是感慨，决定先把欠他的20贯先还给他先用的。姐夫再嘱咐你一句啊，放心，我会注意安全。不是，省点话。阿童现在对李善德是满脸爱意，给他送来荔枝，问他想没想出运送荔枝的方法。李善德觉得自己现在的方法只能储存5天，还远远不够，但是自己有信心办法一定能想出来，决定要先试一试。如何试？真找几匹马，真运一回试试。先去市场试买马，都是要最好的马，最好的骑手，可是算下来花费巨大，决定再想办法。何有光听说马归云拿到效忠信始终不走，心中泛起了嘀咕，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和赵新民一起请他喝酒，想试探一下他留下来的目的。刚开始郑平安端着架子不说，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就是喝酒来了，是不是啊？2人就开始给郑平安灌酒。陪酒侍郎的名号不是白叫的，郑平安是千杯不醉，故意假装喝多了。看郑平安喝多了，何有光赶紧追问他留下来的目的。郑平安借题发挥，说自己也不想留下来。新使臣给带来了命令，只有2个字：督导。督导是什么意思？小到桑麻针线，大到万里河山，日月升降，无非就是这些呗。何有光更是迷糊了，他督导什么啊？又趁机说留下来开销巨大。何有光现在可不敢得罪这个督导了，说他的所有开销由刺史府支出。郑平安一箭双雕，不光自己有留下来的理由了，连开销问题也解决了。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9集，我们下集见。我是想让您出面帮我谈谈价钱。你现在有多少钱？996贯。这个数字为什么听起来那么的耳熟啊？这是因为我买府里的钱。李善德想尝试一下荔枝的运送路线，看看到底行不行得通。自己已经设计了4条运输线路，现在就是缺好的骑手和好马。
但是算下来要3000贯的开销，只能去求苏亮要钱，交换条件是再给他开3张通关的文书。苏亮愿意支持他的运送荔枝的计划，说马匹和骑手都帮他找，但是要4张通关文书。二人一拍即合，行，4张就4张。马上去找何有光要通关文书，却被告知不在。李善德就在刺史府等他，可是这赵兴民回来了，也不通报他，自己干脆冲进去。此时的赵兴民正因为一个奴隶喂死了何有光的鸡大发雷霆。原来前段时间高州发生鼠患，衙门拨下来治理鼠患的钱被赵兴民和他小舅子层层克扣，已经没剩下多少了。为了讨好何有光，还要为他买斗鸡，鼠患只能买点强力毒药拌在谷物里来毒鼠。我已买回了剧毒的鼠药，差人拌在米里，用这些硕鼠来时，但凡食之者，1刻内必死无疑。毒鼠的任务就交给了林义奴，没想到何有光来了，非要拿着有毒的谷物喂鸡，众人劝也劝不住，还不敢说里面有毒。这样他们贪污治理鼠患的事就暴露了。结果何有光的战斗机全喂死了，把责任全都怪罪到林义奴的身上。李善德过来要4张通关文书，赵兴民本想把他打发走，说自己手下有几个兵可以给他用。李善德毫不客气，说人和文书全都要。看赵兴民不办事，自己直接怒了，用了荔枝使的身份来压他们。现在圣人点名要岭南的荔枝，点名，你是岭南的刺史，你装听不见吗？你出来见我，要不然在长安多少有个说法。赵兴民也不敢得罪他，去找何有光。何有光一个头2个大，左边一个又像使臣，右边一个荔枝使，给自己弄得心力交瘁。赵兴民建议说，李善德要文书，无非就是想捞点钱，先给他，等事后找他一起算账。过了6月初1啊，长安责问的诏书一下，咱们就把他绑了送去，用朝廷的罪名来算这几张蝴蝶的账，商人吃进多少，让他们10倍吐出来，岂不更好？何有光同意，李善德也拿到了他想要的4张通关文书。临走的时候，赵兴民把林义奴送给了李善德。李善德看他也是可怜，他是一个哑巴，倒是很听话，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你叫阿丽吧，以后你跟着我呀，不用害怕，我不打你。让他以后就跟着自己。李善德也用了通关文书，得到了苏亮的支援。阿童给他准备了100斤3月红，这下可以开始着手运送荔枝的实验了。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0集，我们下集见。我承认你魅力很足，也够聪明，遇事也懂变通。可阿妮塔这姑娘心思缜密，手段毒辣，不会轻易将真心交给别人。我觉得这件事里正合适。男女之事，接近一个女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爱上她。云清把这个好差事交给郑平安，觉得阿米塔是何有光的义女，一定掌握着她的犯罪证据。当年祁金楼海虎的死，最大受益者是何有光。据云清的推测，祁金楼的大火很可能就是跟何有光有关系。而海虎的女儿阿米塔，如果知道自己现在的义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定会和何有光翻脸，让郑平安去接近阿米塔，就能接近真相了。郑平安决定接了这个活。阿米塔和何有光以父女相称。阿米塔觉得苏亮和荔枝使做了荔枝转运的生意，自己不能让他把生意做大。他在胡商中的地位起来了，他自己行首的位置不保。何有光让他不要参与此事，因为自己不会让荔枝使成功把荔枝转运出去的。因为一旦他转运成功，岭南这个地界就不再是天高皇帝远了，那时候自己的土皇帝就坐不稳了。知道现在李善德让苏亮帮他找马，让阿米塔把市场上的好马都买走，没有马那李善德就运不成荔枝。在这个世界上，做成一件事千难万难，要毁一件事，这李善德要是没有马，会怎么样啊？郑平安打听到阿米塔的下落，此时的阿米塔买断了市场上所有的好马，正得意地向何有光展示自己的骑术。郑平安来了，何有光也得意地向他介绍自己的干女儿。郑平安把阿米塔一阵夸赞，并邀请他吃饭。今日七凤阁我设宴，我们再加深一下了解。不巧啊，商会正好有事要忙，不妨改日。那就明日。阿米塔也不好拒绝，苏亮买不到马，只能和李善德说抱歉了，建议他去向阿米塔要马。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向阿米塔那儿买一些骏马去？我与阿米塔情同水火，我去给他赔笑脸，他会把我当成一只去看望母鸡的黄鼠狼。李善德找到阿米塔，说了自己的难处。阿米塔说自己是买了马，不过现在都派出去运货了，也没有多余的马借给他。
还威胁他说他坏了自己荔枝园的生意，现在自己可以不要荔枝园，但是那些洞人欠自己的钱不能不要，看身边的鸢尾花活不了多久了，说这鸢尾花枯萎之日就是还钱之时，要不然就剁手。李善德觉得这简单，愿意把这鸢尾花救活，那么荔枝园的那些农民的钱就好说。阿米塔同意说，如果他能把这鸢尾花救活，那洞人的债就可以宽限。李善德回去就开始侍弄从胡商商会带回来的鸢尾花，这可是他的强项，但是还是犯愁自己没有马，那就不能转运荔枝，把自己的难处说给了郑平安听。郑平安一听阿米塔说自己有办法让他借马，第二天阿米塔如约赴宴。郑平安给他一个建议，应该借马给李善德，说自己看见李善德在算岭南的账目，还去了码头看来往的商船。李善德是算客出身，很容易就能查出岭南的账目有问题，到时候他和何有光得不偿失。阿米塔一听，心中泛起了嘀咕。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1集，我们下集见。他真的可以日行千里吗？千真万确，此马名为日行，那匹马叫千里。行首说助理大使旗开得胜，日行千里，试验成功。告辞。海口夸下去，没想到阿米塔只给送来2匹马，让郑平安是一阵尴尬。但是有总比没有强，之所以有2匹马，还是阿米塔和何有光商量出来的结果。阿米塔听郑平安说了李善德在查他们高州的账目，何有光觉得这个马归云和李善德都是深不可测，不能轻易的得罪他们。既然要马，那就给他2匹，既给了他们面子，也还是让他们的运送荔枝的计划完不成。有了2匹马的李善德还要找一个好骑手，可是试了一圈，这2匹马太劣，无人能征服。这时候严雅庄出来了，想试试，一试之下果然厉害，把马驯服的乖乖听话。没想到严雅庄竟然有这个本事，可是这个严雅庄就是不愿意帮李善德运荔枝，阿童也在劝他帮忙，可是严雅庄打定主意就是不帮。在阿童的一再逼问下，严雅庄才说了实话，他不是不想帮，而是不能帮。原来严雅庄以前是一个逃兵，不方便出面。听了这个消息，李善德也不好为难人家，苏亮还是尽心尽力的帮李善德办事。他找到了行会里资历最浅的哈迪，希望哈迪能帮自己找马，并说了自己的理由，说阿米塔现在有些靠不住了，自己之所以搭上荔枝使这个关系，就是想把去长安的商道打通，到时候生意就是源源不断。哈迪还在犹豫之中，李善德还是希望让苏亮帮自己找好骑手，苏亮却觉得他只有2匹马，有好的骑手也无济于事，他的马重复使用才行。若是骏马能往返接力，反复使用，那就皆大欢喜了。反复使用，这句话提醒了李善德，觉得回去计算一下，回去想找一个对岭南路况熟悉的人，严雅庄是最熟悉的人了。这次他也不好拒绝了，帮着李善德开始规划测量路线。李善德的执着、善良让严雅庄都看在眼里。哈迪已经追求米塔3年了，可是米塔对他是不冷不热。郑平安也来了，全都遭到了米塔的拒检。两位兄弟怎么称呼啊？哈迪，我还有一大唐名字，萧云川。萧云川，还带个云字。郑平安看情况，这是遇到情敌了，要单独给他叫出去较量较量。郑平安承认自己没有才没有貌，但是自己断定米塔会喜欢自己，因为自己是从长安来的，正因为自己有官职，所以他才想利用自己。因为米塔现在正在海上运货，哈迪本来也没那么喜欢米塔，只是因为他们是商人，都是利用关系。听郑平安这么一说，恍然大悟，原来传说米塔正在做琉璃生意，原来是真的。多谢马公子坦言，不敢与公子争抢，公子请便。回去以后就要和苏亮合作，让手下赶紧给李善德准备马匹，他要搭上李善德这趟车。按什么价卖？我不要收钱，你就说是我借给他。严雅庄对李善德的行为感动，说自己还有一些同僚，如果李善德愿意为他们这些逃兵平反，这些人都是骑马的好手。李善德听得很感动，说自己能成功为他们平反那是好，如果失败，他们可能全军覆没。严雅庄表示不在乎，他们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也过够了，愿意相信他一次。李善德决定替他们平反，但是这个事要做得很小心才行。郑平安决定帮他推波助澜一下。这时候苏亮来了，加一啊！苏朗说哈迪又找到了6匹骏马，这下李善德高兴了。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2集，我们下集见。我设计了一套方案我准备做一次绕城试验，如果能循环接力的话，就不需要那么多骏马。我今日来呢，也请何刺史
把小东门借我一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李善德认定了运送荔枝可行，就要坚持到底的干下去。他测算了绕城一周是30里地，正好是一个驿站的距离，要试验出到哪里这个荔枝能坏掉，这样对自己的下一步测算就有了实际的试验数据。说自己现在马有了，但是没有骑手，让何有光帮自己找骑手。何有光懒得理他，让他胡闹去吧，自己爱莫能助。李善德还有一事，说前段时间自己请了一个挑夫，说他家有一个亲戚10年前是军中的精兵，在与海盗的厮杀中沉船了，回来之后就被判成了逃兵，希望何有光能给他平反一下，并且说这人当年还刺了海盗首领屁股一剑。何有光一惊，当年自己的屁股正是被官兵刺了一剑，现在还时常痛痒难当。当年老子在海上是以一敌10，丝毫不落下风，我浑身上下防稳，是严严实实，就忘了个屁。何有光一听李善德这话，是话里有话，答应帮他找骑手。何有光懂了，李善德什么都知道了，故意拿这么一件事恶心自己，自己也要恶心他一次。他不是要找骑手吗？斗鸡方的蓝哥善于骑术，自己让他去给李善德当骑手，出工不出力，到时候让李善德难看。郑平安把李善德要为逃兵平反的事情对云清讲述了一遍。据云清的了解，海虎是一个义贼，他命令手下从不劫取药材，而10年前出事的齐金楼，正是因为海虎的手下劫了一船药材，料想这人应该就是何有光背着海虎干的。让郑平安去试探一下米塔。郑平安找到米塔，说了李善德最近4处为逃兵平反，这个逃兵手里截获了一个土匪头子的银匕首，上面镶嵌的红宝石。米塔也是疑惑，因为他知道当年自己父亲手持金匕首，手下的头目一人一把银匕首，上面镶嵌着红宝石，口中说这可能是谣言，心中掂量着郑平安的话的真假。米塔直接去找了李善德，问逃兵的事的真假。李善德不想把事情说清楚，米塔也不为难他，说自己现在就去给逃兵特赦，等办下来让李善德去见一下这个逃兵。蓝哥这人有些正义感，自己虽然开的是斗鸡的生意，但是看见赌徒都是好心劝说，让他离开，不至于赔得倾家荡产。何有光找来了，让蓝哥去给李善德做骑手，并且让他只出工不出力，以重金诱惑。米塔来找何有光，说了自己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住行首的位置，现在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就是苏亮。苏亮现在和李善德走得很近，李善德现在到处为逃兵申冤平反求特赦，何不给李善德一个人情，这样以后也好说话，给李善德一个特赦，引蛇出洞，解决逃兵，把影响降到最小。何有光得知米塔竟然和李善德都谈好了，没有表态，让他先回去。米塔也想知道当年到底是谁背叛了自己的父亲。蓝哥来应聘骑手。你是专业骑手啊？我是开斗鸡坊的。那这是跨界了。是马骑了一圈，骑术果然了得。李善德很满意，当即决定留下他。蓝哥还带来2人，说都是骑马的好手。李善德现在骑手也有了，只等自己的试验。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3集，我们下集见。你看这个螃蟹摆在这儿，是不是栩栩如生？这螃蟹完全看不出是一具空壳。可是如果这螃蟹有了心，这完了，不听白不了。何有光已经意识到，米塔已经对10年前的事情有所察觉了。对于他要逃兵特赦令，犹豫之下，决定就给他。米塔马上派人去请那位李善德说的逃兵。李善德为了安全起见，说明日小东门相见。第2天，没想到赵新明先来了，送来了特赦令，想见那位逃兵。李善德说人不在自己这里，按理示意严雅庄先退下，赵新明只能无功而返，转身让严雅庄把他缴获的匕首交给米塔。米塔一看就知道这是何有光当年的匕首，拿着匕首就去质问何有光。何有光承认这是自己的匕首，也承认当年背着海虎去劫取了一船药材，但是自己都是为了海虎的，说当年海虎做海盗还一心标榜仁义，但是内部亏空，自己只是为了补上亏空才去劫药材。可惜后来齐金楼的一场大火，海虎死了，为了完成海虎生前的遗愿，带着手下投靠了朝廷，才坐上刺史的位置。之所以不告诉米塔这些，就是不想让他伤心难过。有的时候，真相比谎言更伤人。不管真相多残酷，我都不想活在谎言里。米塔还是犹豫，一船药材怎能补上亏空？相信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李善德现在开始着手他的第1次运荔枝试验，要做到事无巨细。云清让郑平安以右相使者的身份打入湖商商会内部，他们正在选行首。
他可以趁机搅乱一下局势，到时候必然有收获。他们什么时候能够长本事呢？就像先生一样，有一身的本事，又能够呼风唤雨，就不会落入这样的乱局了。别说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我想了解。严雅庄感谢李善德为他们这些逃兵做的特赦，现在他们都恢复了自由身，愿意为李善德做旗手。现在万事俱备，只等试验。李善德在最后向大家交代一下，让两人两骑一同出行，以小东门作为驿站的换乘点，绕城一周换旗手，3圈换马，让阿童带领动人今夜摘荔枝，然后用盐水泡，然后装坛密封，辰时旗手出发运送荔枝，后勤保障工作也要做好。反正这回试验呢，肯定会出现一些咱们想象不到的困难，到时候大家就互相配合，有什么问题呢，通知我，我有什么问题呢，也告诉大家，咱们多交流，好不好？好。说着就干起来。李善德很紧张，一夜没睡，他不知道此时试验能出现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此次的荔枝能运送多久，自己把能做的都做了，把荔枝的新鲜程度做了一个表，让大家记录。何有光也来了，荔枝使这么大的阵仗做荔枝转运试验，自己也要见证一下。赵新民找到兰哥，提醒他别忘了他和何有光的约定，要给李善德难堪。兰哥有自己的想法，所有准备妥当。第一趟由严雅庄和兰哥运送，随着李善德的一声令下，运送荔枝的试验开始。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4集，我们下集见。这兰哥是疯了吧？我让他打乱节奏，没让他打开节奏啊！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怎么搞的？在李善德精心的准备下，他的荔枝围城接力转运试验开始了。第一棒是兰哥和严雅庄，兰哥没有听何有光的话，他想认真的跑一回，跑出自己外号无影的风采。胡商商会这边在举行朝集会，目的是总结上一年的生意和开拓新生意。郑平安也来了，以右乡使臣的身份要参与一下他们。我来是想学习一下，如果说哪桩生意可以跟大唐互通有无，利上加利，岂不是一件好事？阿米塔也不好拒绝。会上阿米塔不断的提议新的生意，让大家投资，可是都被投票否决了。这时候苏亮说话，说他有一个生意，就是荔枝使现在正在做转运荔枝试验，这个生意前景可观，利润丰厚，建议大家给荔枝使投资。如果新鲜的荔枝运到了长安，贵妃吃了之后，她会怎么说？贵妃如果吃了新鲜的荔枝，她会说好吃，还想吃，还有吗？在郑平安的配合下，大家都觉得这个生意不错，但是到底能不能成功是一个未知数，大家都在犹豫。苏亮让大家不要着急，今天的朝集会可以暂停，看看荔枝使的试验到底能不能成功。哈迪最先响应，随后大家都同意今天的朝集会暂停，看看李善德到底能不能成功，再决定到底投不投资他转运荔枝。等李大使的试验结束，我们再议。阿米塔看情况去和何有光告状，说胡商现在都比较相信苏亮，自己行首的位置恐怕不保。何有光觉得这样不行，胡商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把胡商都叫到刺史府，他要宴请胡商。宴会上说李善德就是一个大骗子，他之所以卖力气的搞什么试验，其实都是表演，就是想骗大家的钱。众人都是商人，有利可图就做。何有光的话也只能做一个参考。转运试验风风火火的进行，已经到了第2天，荔枝安然无恙。可是因为运送的颠簸，荔枝有破损的，李善德让人赶紧用纸给包上。运输的线路模拟得很好，但是骑手有限，每个人都是人困马乏。李善德让大家再坚持一下，兰哥留下来没问题，还能顶得住，说让自己的2个兄弟撤下来。只有这个试验持续的时间它够长，人摔了，瓮碎了，你把这些困难加进来，你算出的这个数据它才有意义嘛。李善德感谢他们，说接下来剩下的骑手辛苦一下，3圈后换人换马。赵新民对兰哥的倒戈很是不满，让人晚点音的开始使坏，在严雅庄的行进路线的一个树林里，让他人仰马翻。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5集，我们下集见。干什么呢？没事吧？我班长，荔枝接力战如火如荼的进行，严雅庄遭到了何有光的陷阱，摔倒了。阿丽看清况，马也跑死了。荔枝的转运不能停，自己抱起荔枝就跑。阿丽跑到小东门，荔枝的新鲜程度还可以，但是现在没有马转运了，众人都愿意用脚力继续运荔枝。李善德知道大家是好心，但是
脚力是算不出中途的有效数据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阿米塔来了，说自己愿意借给他马，并且自己要亲自做骑手，为他做转运荔枝的实验。另一边，蓝玉去稳住何有光，说阿米塔之所以愿意借给李善德马，是因为不想让他半途而废，反正他都是要失败，不能给他失败找理由。有了阿米塔的护送荔枝，这下何有光的人暂时也老实了。坐等看李善德失败，已经到了第6天了，天空下起了雨，已经有2坛荔枝坏掉了。众人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第3坛上，第3坛没坏，运送荔枝的试验继续。讲得好的，试验继续，试验继续，试验继续。蓝哥在运送荔枝的时候突遇山体滑坡，凭借自己高超的骑术躲了过去。可是运送荔枝这个线路恐怕不行了，李善德马上安排下去，一伙人修路，一伙人在滑坡一端，一伙人在另一端，中间塌方的地段用人力运送，保证试验不能停。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之下，没有让荔枝的接力转运试验停下来。可是到了第7天的晚上，荔枝还是坏了，李善德也累倒下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大家开始收拾东西了。突然看见一个小女孩把带有荔枝的树枝插在土里，并且经过这么多天，树枝虽然枯萎，但是荔枝没有坏。李善德恍然大悟，但我们洞人有秘方，可以存得久一些。什么秘方？你别摘下来呀！把荔枝树插入土中，竟然能加长荔枝的存放时间。来到了胡商的朝集会，说了自己的新发现，只要把荔枝的树枝插入土里，能把荔枝的新鲜程度延长到11天。拿出自己设计好的运送线路，说这个路线正好是11天。众人感叹李善德的执着，但是有人发现他的运送荔枝路线经过浔阳，那里刚刚发生了水患，可能这条路线行不通。李善德可惜地说道，那只能绕路，那就得多2天的路程。众人一看，李善德还是运不成荔枝。是你的转运计划，到头来还是水中月镜中花，看着漂亮，不切实际。李善德不甘心，继续劝说大家为自己投资，说当初自己来岭南，觉得这是一个完不成的任务，但是自己非要在这死里求生，为的就是能和自己的家人团聚。郑平安也为李善德打气，说大家投资的不是生意，而是投资做生意的人。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6集，我们下集见。荔枝转运项目通过。金木商最高兴了，丑话说在前面。我们胡商商会呢有个规定，若是30日内项目没有任何推进，投入便要撤回。经过李善德慷慨激昂的演说，胡商商会投票通过决定对荔枝转运项目投资。阿米塔也提醒李善德，30天内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现在他的方案还差2天。李善德感谢大家的信任，回去继续想方案。何有光对阿米塔已经不满意了，没想到胡商商会竟然能同意给李善德投资。阿米塔只能先应付，说李善德的转运还不能算成功，到时候再找他一起算账。义父放心，荔枝保鲜只有11天，路上转运却要13天，除非它长翅膀飞起来，否则绝无可能。每次说到这个绝无可能的时候，他就一定能搞出点事情来。赵新明给阿米塔安排了一个掌柜的为一周为掌柜，阿米塔不情愿地带着韦掌柜去找李善德，同时来的还有其他2个掌柜的，说胡商商会的生意10之3四都是这3位掌柜的生意，所以要尽量满足3位掌柜的要求。韦掌柜的要求就是让李善德利用运送荔枝的声势上，为他们的商号多做宣传。李善德觉得此事不妥，李大使若是不配合，那日后资金出了问题，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无奈只好先答应他们。这些人来到荔枝园可是得寸进尺，从荔枝运送的工具到骑手用的衣服马匹，都要印上他们商号的名字，竟然还要把荔枝改名字，作为一个品牌销售。这名字能不能改？咱就叫大福果，这名字吉利啊，这销量肯定能打开。李善德觉得他们这是在捣乱，也会影响他们运送荔枝的效率，觉得此事自己配合不了。没想到这个韦掌柜竟然用他女儿长安的学堂威胁李善德，说自己曾经资助过学堂，如果自己用点手段，他女儿可能无学可上，更是无家可归。这可触碰了李善德的底线，刚想动怒，阿米塔先火了，给了韦掌柜一巴掌。你这一巴掌会很贵。李善德，这饭你还吃吗？换个地方吧，闻着臭。阿米塔带着李善德去吃小吃去了。李善德担心阿米塔打了韦掌柜，怎么和何有光交代？阿米塔表示不在乎，自己只能想帮一下用生命保护女儿的人。曾经自己的父亲也是这么保护自己的。
阿米塔奇怪，明明是做不成的事，为什么还要做？李善德只求一个问心无愧，无怨无悔。何有光知道啊，米塔打了韦掌柜之后，觉得也是无可奈何。这个丫头现在是越来越有主意了。听说马归云一直在追求阿米塔，觉得不能得罪马归云，但是也不能让他得到阿米塔，赶紧给马归云介绍一个人。赵新明觉得蓝玉最合适。蓝玉虽然是阿米塔的人，但是一直暗地里效忠何有光，让蓝玉去勾引一下马归云，让他放弃追求啊米塔。郑平安是什么人？要知道自己是有任务在身的。赵新明这点小伎俩怎能看不透？但是表面还要应付一下。再说蓝玉长得还挺漂亮。阿童的姑母阿柴来到荔枝园，说她是一个巫师，可厉害了，可以让她帮帮忙，想想荔枝转运的方法。李善德一看，看这个巫婆正在烧曼陀罗的花跟叶子，马上给浇灭了，告诉大家这有毒，闻了之后会让人产生幻觉的。之所以大家觉得病好了，都是幻觉的原因。阿柴觉得自己的计谋被识破，开始煽动大家抵制李善德。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7集，我们下集见。闺女好，闺女贴心呐。嘿嘿，你这条件真不怎么地，但是你在我面前还算是老实，人品尚可，那其他的我也就不打算计较了。李善德揭穿了巫婆阿柴骗人的伎俩，阿柴却对他开始调查户口，看他到底能不能配得上阿童。李善德赶紧解释，阿童也觉得姑母不要乱点鸳鸯，乱牵红线。阿柴觉得自己好心当成驴肝肺，自己要回老家大屿山了。李善德听到这个地名好熟悉，这座山正好是自己计划运送荔枝的路线，问阿柴大屿山有没有小路，这样自己运送时间就可以少2天。阿柴本不想帮他，怎奈李善德一直夸他，给他戴高帽。阿柴就说了一个人，说这人叫阿土，早些年他画过一个大屿山的地图，说有了这个地图就能缩短路程，把生意做到长安。但是阿土这个人现在消失了，除了他，没有人知道这条路了吗？只有他知道。郑平安受蓝玉的邀请和他约会，蓝玉直截了当说愿意嫁给他。郑平安有自知之明，说他一定是受人之托。你仔细看我一眼，姑娘，你都快吐了。我对我自己十分的了解，让他回去可以交差了。蓝玉一脸尴尬。如果赵长叔问起，你就说看见我就想吐，实在心情不下去了。男女之事不可勉强。李善德赶紧找苏亮，让他帮自己找一个叫阿土的人。经过苏亮的查找，说阿土10年前就在齐京楼那场大火被烧死了。阿柴却觉得不可能，因为阿土5年前还托了一个商人给他的家人送药。据阿柴的回忆，这个商人是一个斜眼，他所说的斜眼名叫斜眼冯，现在成了一个斗鸡坊的一个赌徒，已经输得倾家荡产，还要和兰哥借钱，兰哥拒绝，把他给赶走。同事空浪方调查到，当年齐京楼出事之前，有人突然抛售了2000海帆绸，买下的人就是兰哥的父亲。而这海帆绸随着齐京楼大火和海虎的死变得一文不值，成了一堆废纸。抛售2000海帆绸的人很可能就是齐京楼惨案的幕后。查出这2000海帆绸的中间商是一个叫阿土的人，云清让郑平安去找到阿土这个人。蓝玉实话实说，说马归云看出他们美人计的伎俩。赵新明觉得马归云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自己是时候要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了。跟着何有光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找到郑平安，为蓝玉的事情抱歉，以后要结交郑平安。郑平安答应以后回长安为他美言。李善德找不到这个阿土，求郑平安帮忙，没想到二人竟然在找同一个人，告诉他阿土已经死了。李善德告诉他没死，5年前一个叫斜眼冯的人为他办过事，那么很可能这个人就是诈死的，更说明了他知道了一些秘密。让空浪方去查一下这个斜眼冯。空浪方查到斜眼冯和兰哥的斗鸡坊关系密切，郑平安来到斗鸡坊找到兰哥，让他帮自己找斜眼冯。兰哥奇怪他为什么不找何有光，反倒让自己帮忙。郑平安也不隐瞒，说自己只是想查一下当年的真相。当年2000海帆绸的事说了，说接手海帆绸的人就是他的父亲，而阿土是一个关键人物，只有这个斜眼冯知道阿土的下落。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8集，我们下集见。这种菜我只在一个地方见过。哪里？荔枝园有一个大庾岭来的大巫身上我见过。我推断要没错的话，这应该是大庾岭特有的产物。阿土成为破局的关键，兰哥找到斜眼冯，重金利诱下，承认自己和阿土确有交集。当年阿土推荐自己成为中间人，让人接手2000海帆绸。交易完成后，齐京楼大火，把阿土烧个半死，说自己有危险，之后就消失不见了。5年前找过自己，让自己去大屿山送过一次药，
之后就杳无音信。说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一个叫杜康里的酒馆。兰哥把事情告诉了郑平安，郑平安转述给李善德。李善德找到杜康里酒馆，在酒馆门口发现了与岭南不一样的苍耳，推测这个苍耳来自大屿山，带着兰哥出城找苍耳。果然发现了大哥的苍耳，再往深山里寻找，找到了一个木屋，里面出来一个盲眼女孩。兰哥自称是货郎，女孩要买针线，李善德赶紧让她去找，自己留下来和女孩闲聊。女孩说自己和叔叔一起生活，自己曾经走丢了，是叔叔把自己收留，叔叔的脸自己摸过，好像是烧伤的。我摸过他的脸，上面有很多伤疤，几乎整个脸都是。我猜他的样子应该挺吓人的吧。李善德基本确认这人就是阿土。女孩说叔叔出去打鱼了，给自己留了3天的吃的，3天后才能回来。李善德回去就跟荔枝园的大家汇报了，说3天后就能见到阿土。阿土知道大屿山的小路，到时候荔枝运送就能节省2天的时间，他们的大事就能告成。阿土3天后回来的事情还是走漏了风声。赵新明最先开始行动，他来找了阿米塔，告诉他阿土的事情，说自己要对得起自己拿的俸禄，觉得何有光有一些他不知道的秘密，知道他在调查他父亲当年的事情，让阿米塔先找到阿土，从阿土那里一定会知道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谁找到阿土，谁就可以揭开当年的真相。赵新明之所以告诉阿米塔这些，他也有私心，一是不想再跟着何有光的屁股走，他不是一个民主；二是挑起何有光和阿米塔斗起来，受益的就是自己，自己可以扶持自己的心腹。赵云川坐上行首的位置，那自己就是财源滚滚。到了第3天，李善德早早的就在阿土家等阿土回来，可是等了1天也不见踪影。同时等他的还有赵新明，郑平安那边也奇怪。这时候传来消息，说最近几天有海盗在近海搜捕。云清一想不好，肯定是阿米塔劫走了阿土，阿米塔一定会有危险，让手下去刺探一下情况，一定要保住阿米塔。果然，阿米塔在海上把阿土接到商会，问了阿土当年的情况。阿土不想说，阿米塔也不想为难他，让人好好照顾，自己等他想一想。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聊。阿土，你可以提出你想要的条件，只要我能满足，我一定答应。蓝玉把阿土在商会的消息告诉了何有光，何有光大惊，没想到阿土还活着。但是有些事该来的还是要来的，带着兵马直奔商会。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19集，我们下集见。是个疯子，风言风语这种话你也信？我真是风言风语，你为何要拔刀？何有光，我手上有你的证据，你要杀了我，那些证据就会大白于天下。阿土被阿米塔带到商会，何有光来势汹汹，把阿土给搜出来。阿米塔还想狡辩，说自己只是抓了一个渔民。阿土看不过去了，说自己抛售2000海帆绸的人就是何有光。何有光不想承认，直接杀了阿土，说阿土是一个疯子，自己是真心对他好了10年的人。阿米塔只想要一个真相，想要为父亲报仇。我要让你给我阿姨谢罪！谢罪？你要杀了我吗？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那就你死，杀了他！空浪方的人看里面的人打起来了，马上进入救援。蓝玉良心上过不去，替阿米塔挡了一剑，随后把阿米塔和蓝玉一起救出来。何有光也被砍了一剑受伤。看仗打完了，赵新明出来表忠心，何有光让他调查是谁救走了阿米塔，全程搜捕阿米塔。阿米塔被带到空浪方，云清告诉他，现在只有自己能救他，作为交换，自己要何有光全部的犯罪证据。阿土死了，只能先把盲女带到荔枝园，没有阿土就又找不到大屿山上的小路，而且大屿山地势险要，想要自己找路太难了。李善德还要再想出路。李善德经过兰哥的介绍，把盲女起了一个名字叫阿慧，因为她喜欢刺绣，把她送到了一个绣坊学刺绣。作为感谢，阿慧把阿土生前的一个手帕留给李善德。回到荔枝园，阿柴正在用大屿山的方式祭奠阿土。李善德一看地上的图案和阿慧送给自己的手帕的图案这么像了，一问下得知这就是大屿山。再一仔细看手帕，这里竟然标注了大屿山上的小路，运送荔枝有成功的希望了。这条路要是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弥补2日的路程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试验了。严雅庄要先去大屿山探路，看看实际情况。李善德感动，安排他探路可行之后，马上飞鸽传书回来，自己这边就出发，让他不用回来。距离长安最近的一个驿站，自己这边会拨钱过去。胡商商会失去行首，已经乱成一锅粥，没有行首，很多生意无法进行下去。萧云川再次找到赵新明，说了自己想当行首的意思，并承诺给他商会30%的利润。赵新明答应他，给他一个代理行首，
然后慢慢来。回去找到正在养伤何有光，何有光对他始终找不到阿米塔非常不满。赵新明表示正在努力寻找，让何有光先稳住商会那边，推荐萧云川先做一个代理行手。何有光没有更好的办法，犹豫之下同意赵新明的建议。在空浪方的阿米塔知道了是蓝玉骗了自己，但是念在为自己挡了一刀，决定不怪罪他了，让他走吧。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0集，我们下集见。是我有眼无珠，一直拿你当自家姐妹。如果何有光从一开始就不信任我，为什么不当初就杀了我？因为他要用你来笼络那些海盗。最好的姐妹背叛自己，最相信的义父竟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面对绝境，阿米塔选择了坚强，他要为父亲报仇。云清希望他能提供何有光与柚香贪污的账本。阿米塔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想过背叛义父，所以自己也没有留存过账本。但是他知道账本在书店，这个书店有何有光的人把守，但是其中把守的牛主事好赌爱斗鸡，该郑平安出马了，把七金楼大火的幕后是何有光的事情告诉了兰哥。兰哥父亲正是买了何有光的2000海帆绸，所以他父亲的死罪魁祸首就是何有光，说他自己是斗不过何有光的，让兰哥帮自己。兰哥犹豫之下决定帮郑平安为父亲报仇。郑平安找了一只弱鸡，下了重筹码，把书店的牛主事给引来。听说斗鸡坊有赌局，书店另2个把手也给吸引过去了。空浪方的人进入书店找账本，可是却没找到。何有光听说书店被人翻过，心中疑惑，没想到这岭南还有人在查自己，命令下去重金悬赏捉拿阿米塔。我倒是要看看，在岭南是哪双眼睛在盯着我呀？严雅庄传回来消息，已经确认大屿山的路可行，这样节省2天的时间，运送荔枝计划可行，马上开始准备起来，要再做一次试验。咱们现在上山去，给李大使挑最壮的荔枝树，砍下枝条做扦插，好不好？开始编写运送荔枝的文书。湖商商会那边，随着阿米塔的失踪，大家都泛起了嘀咕，都不想得罪何有光，怕会影响自己的生意。再加上新的代理行手萧云川不管荔枝运送的事，大家纷纷想撤资荔枝转运的项目。苏亮尊重大家的选择，但是自己是看好这个项目和李善德这个人的，哪怕倾家荡产倾其所有也要投资李善德。答应李善德后天辰时在他转运荔枝之前资金一定到位。没找到账目，阿米塔说自己知道何有光所有的罪证，要去一趟长安亲自去见右相，但是现在全城搜捕他，把他送出城是一件难事。郑平安去求李善德帮忙，让他趁着转运荔枝试验的机会把阿米塔送到长安。阿米塔可以做你的骑手，他骑术了得呀。你想想，你有文牒，你过关禁的时候把他藏起来，他可以帮你。你哪天走？我后日辰时出发，等着他。高走！哎，阿米塔愿意拼死一搏，蓝玉为了赎罪，愿意掩护他离开。蓝玉穿上阿米塔的衣服，云清带着他出城，虽然没有检查，但是遭到怀疑。一查之下，马车去往港口，马上报告给何有光，派人去追阿米塔。你确定他说的是阿米达？千真万确，快去通知杨秀。蓝哥运送一车斗鸡，悠闲的出城，准备去找一片树林放鸡。而阿米塔正躲在鸡笼子里，城门口遭到盘查。郑平安故意出来打圆场，可是还是要检查。这时候冲过来一队人马，说在港口发现阿米塔，所有人出城追杀，让城门楼的守卫放松了警惕，放行了蓝哥。而在港口，他们追杀的正是蓝玉扮演的阿米塔。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1集，我们下集见。小老当掉了珠宝，来了什么？您这是把全部身家呀？淡定，大师不必太过在意。新的转运荔枝试验就要开始了，苏亮拼上了所有身家来支持李善德，让李善德很是感动。唯有成功来回报大家的付出。李善德准备出发了，这次他要跟着荔枝一起回长安，和大家告别，答应大家自己马上会回来的。走了，出发吧。同时，郑平安把阿米塔送出城，让他赶紧去追李善德。萧云川吹嘘自己把商会打理得井井有条，连苏亮都知难而退，卖了所有上船回家养老了。何有光一听不对劲，苏亮不可能回家养老的，一定是倾其所有去帮李善德，赶紧让人查一下李善德在干什么。一查不得了，李善德竟然走了，看见了林毅奴。林毅奴本来是安插在李善德旁边的内线，他也不是一个哑巴。赵新明质问他
为什么李善德那边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不告诉自己？林毅奴是想报恩。自从跟了李善德，才真正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了。听说他们要追杀李善德，却不知道走那条路。林毅奴拔腿就跑，赵新明马上让人追上。林毅奴一定是去给李善德报信去了。可是林毅奴跑了另外一条路，直到跑死，算是报恩了李善德。李善德他们的路线，李善德一路快马加鞭的赶路，体力有些不支了，让大家先走，自己随后跟上去驿站会合。到了夜里，李善德终于到了驿站，让荔枝先行。在阿米塔的照顾下，李善德有些好转，要继续跟上荔枝运送的队伍。阿米塔还想劝他休息一下，李善德不肯。就算是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一路颤颤巍巍的赶路，已经是到了长安前最后一个驿站了。严雅庄接到荔枝，一路急行，可是还是没能成功。路上马跑死了，摔碎了运送荔枝的坛子。等李善德和阿米塔追上来的时候，已经是第11天了。严雅庄非常自责，没有完成任务。李善德不怪他，看荔枝还是新鲜的，心里乐开了花，说如果是真的运送，那么他们已经成功了。这才是事业，这要真运起来，这就成功了呀！随后，严雅庄也要回去了。李善德感谢他的付出，李善德突然一个没挺住，晕了过去。等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道观里，说阿米塔上山给他才要去了。这位道长叫常元，常元道长看他被俗世缠身，让他留下来跟自己修行。李善德还要继续完成自己没完成的使命。阁下一心要求的未必是正果，阁下一心要避开的，倒有可能是生命。找到阿米塔，继续前行去长安。他们也终于到达了长安的地界。长安还是那个长安，车水马龙，人声鼎沸。郑平安也终于回到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长安。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2集，我们下集见。我昨夜梦到阿爷了，他胡子长了，他就站在绣房外面，可不管我怎么叫阿爷，他都不答应。阿爷，阿爷！回到长安，第一件事当然要去见自己心心念的女儿。李善德带着秀儿和阿米塔一起去吃了他们爱吃的糊饼，阿米塔却心事重重。李善德让他放心，相信云清已经安排好了，过段时间会有人来和他接洽的。先安排米塔去自己家里，自己要去办理转运荔枝的公文。秀儿对眼前这个陌生女子没什么好感，觉得她是来抢自己父亲的，说了一大堆父亲的缺点，没想这阿米塔却一一化解，说成了优点。秀儿无奈，你阿爷是个心善之人，我很感激他。那倒不必，阿爷心善，不管是狸奴小狗还是花花草草，他都会救的。李善德先来到户部，要批一下钱粮用度，没有关系，也没事先预约，只能去排队。可是户部的队伍太长了，在排队的人也都是一些闲职，反正也是混日子，排队还能消磨时间，给领导看了，他们都是在日夜操劳工作。李善德对他的这些同僚的工作态度嗤之以鼻，等了一上午了，却被告知下午不办理差事了，还能办理一位。大家商量下谁的事情着急先办理，剩下的人明天再来。众人都说自己的是急事。当听说李善德是荔枝使的时候，大家惊叹了。李善德的名号最近在长安官场已经传遍，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都觉得李善德很有勇气接了这个差事。这差事是上林署的同僚给你挖的坑，只要有一人通风报信，便前功尽弃呀！难不成您在上林署连一个亲近的同僚都没有？坊间传闻，这个不可尽信，不可尽信。大家也不好抢先了，让李善德先办理。进来之后，户部主事对李善德是各种挑三拣四，一顿推脱，说他的预算太高，按照流程他不应该来户部。如果有了中书门的文书，户部自然也就批了他的钱粮。我一个小小主事，就是个办事的，你何苦在此为难我这把老骨头呢？有本事你找正事堂里的诸位相公道去呀！左相这边得到消息说，阿米塔已经来到长安，让卢焕做好暗中保护。右相现在正在忙着办理贵妃的寿辰，无暇顾及他们，这也是扳倒右相的大好时机。平康坊的人听说李善德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娘子17娘，让人赶紧去追他的房贷。现在整个长安都传遍了，李善德只能活到6月初1。他们来到李善德的家，阿米塔告诉他们李善德不在，这些人直接要带他和秀儿走一趟。阿米塔不想把事情闹大，带着秀儿就去了平康坊。阿米塔从容不迫应对17娘，二人相争，谁也不让着谁。
你真的想好了，要与我撕破脸吗？6月初1之前，李善德是圣人钦点的荔枝使，你就算是撕破脸了，你能奈他何呀？李善德来到尚书门，这里的人告诉他，他的流程错了，说了一大堆听不懂的道理，让李善德重新回户部办。令史看他为人还算诚恳，给他支了一个招，说天下公务都归大府司管，荔枝的事找他们就没错了。李善德是无可奈何，本以为运送荔枝的事是最难的事，没想到这官场之事才是对他最大的考验。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3集，我们下集见。我孩子呢？你急什么？之前我让你还贷，你不是也让我别急吗？6月初1之前的钱我不是还给你了吗？而且我也跟你承诺过，6月初1我把剩下的钱都给你。一切都为了孩子。听说孩子被带到平康坊，李善德急了，让17娘赶紧放人。17娘还是怕他死了，贷款还不上，问他公文办的怎么样。李善德表示正在办。17娘也不为难他，说6月初1之前必须要看到希望，否则他出不了长安。李善德把秀儿带出来之后，给阿米塔是一顿数落，说他不应该带秀儿去平康坊。阿米塔也是委屈，说当时对方人多势众，再说他们只是要钱，自己也是商人，懂得周旋之术。这是长安，长安知道吗？3教9流，鱼龙混杂，那100贯能买？你去哪儿？你去哪儿？那长安108大房，你去哪儿？事后，李善德我也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去给阿米塔道歉。阿米塔也不在乎，知道他是担心自己的女儿，说看见他对女儿无怨无悔的付出，让自己也想起自己的父亲。如今孤身一人来到长安，却什么也做不了。刀呢，你得经过磨砺，才能重新焕发出狠活。你毕竟是海湖人。李善德还是要继续办公文，来到太府寺。今天他加快了脚步，一定要拔得头筹。太府寺对他的转运荔枝方案很是欣赏，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可是看见上面是岭南运送，说太府寺接受的都是外邦的贡品，内部贡品应该去找左藏署。阿米塔突然发现有人跟踪自己，一问得知是静安司的人。阿米塔要见卢焕，卢焕和他见面之后，说自己会把他的口供留下，但是想要扳倒右相不容易，现在要等云清那边收集更多的证据。蛰伏并不代表没有手段，我们不质疑你的诚心，但是要你有耐心。李善德又来到了左藏署，却被告知他的事情不归这里管，遇见了在这里当差的同窗好友乐平。乐平很同情他的遭遇，但是说左藏署的确不负责转运之事，路上调度之事应该归兵部，让他把渣子留下，自己官小言轻，自己会去求自己的属令，把渣子交给兵部审阅。李善德对乐平的帮助是感恩戴德，可是转眼乐平就变脸，只是敷衍他一下，不驳了他的面子，也好把他打发走。门外的李善德听到后大怒，质问他，明知道自己以命相搏的事情，为何办不到，还要答应自己？乐平也实话实说，说他的事情根本办不了，他的渣子连兵部的门都进不去。这渣子连兵部大门都进不去，兵部我自己去。果然进不去，李善德直接被兵部的人给赶走。回来的路上，看见路上有一个耍猴的，心想也许自己就是那只猴子，被人耍来耍去还不自知。岭南那边李善德没拦住，现在连阿米塔也消失了。何有光是大怒，把事情全都怪罪给赵新明，说他还不如一只鸡。郑平安现在是越来越对云清有好感了，已经几日不见就开始想他了，买了一把扇子准备去找他。赵新明已经没有办法了，来找神通广大的空浪先生，看看有没有米塔的消息。可是空浪坊有规矩，下人只能先通报，让他回去等消息。出来的时候正好遇见了郑平安，二人都是尴尬，都说是来买书的。赵新明看他带着一个女人的扇子，心生疑问，看郑平安是如何应对。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4集，我们下集见。这上面绣的相思二字作何解释？在别人眼里这是相思，可是在我自己眼里需要反着念。思相，能把相思解释成思相，思念又相，恐怕也只有郑平安能干出这事情了。虽然赵新明觉得他完全是胡说八道，不由得觉得这岭南的水太深了。关于尝试让手下最近盯着点各地来的贡品，别耽误了贵妃的寿辰。手下告诉他，李善德回来了，说是他找到了运送荔枝的方法，但是现在在各个部门碰壁。于常是没想到这转运荔枝之法，真让他给研究出来了。这荔枝使若是真的掌握了转运新鲜荔枝的方法，那他手中
咱那可是破天富贵的敲门砖。自从李善德走了之后，乐游院由上林署的宋监事负责。这日圣人心爱的牡丹竟然生虫子了，一时没了主意，而且又像马上过来视察了。宋监事求着署令帮自己，否则自己必死无疑的。众人都是在帮着想办法。突然说李善德回来了，可以让他帮着顶这个罪，反正他也是必死无疑，不怕再多一项罪。他一个教子之人，早已无所顾忌，怎肯担这个责任呢？我们可以骗他回乐游院。众人能说出这种话，而且还都响应。上林署已经没有好人了。宋监事找到李善德，李善德还在为文书的事情奔波，看见了宋监事，本不想理他，怎奈宋监事一直跟他道歉，觉得都是上林署欠他的。至于文书，让他回上林署，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我们有没有什么人脉，能帮我把荔枝转运的闸子递上去？李善德回到上林署，大家还真的都是一起在帮李善德想办法，可是总是有点岔头，就是帮不上。突然有人提议说，荔枝转运的事是经右相手的，他可以直接找右相来呈报此事。右相何时再去乐游院的？巡礼就在今日啊。那就是。李善德来到乐游院，这里的工作人员却让李善德救救大家。圣人喜欢的牡丹生虫子了，李善德一看就知道了，原来他又是被上林署的同事给坑了。但是来都来了，让大家行动起来，赶紧驱虫。于常氏主动来到乐游院，要为右相分忧，先来视察一下。看到这里竟然乌烟瘴气，一问之下，竟然是李善德弄的驱虫之法。他和李善德老相识了，李善德去岭南之前还问过他运送荔枝的方法，没想到这李善德真的干成了。看了他的渣子，知道他四处碰壁，说这是交给自己了，但是要回去研究一下他的渣子，约他明天再次相见。李善德感谢他，李善德觉得终于有希望，把这件事和自己的好友韩十四分享。韩十四知道于常氏这个人，知道他就是一个小人，拿走了他的渣子就别想要回来了。他一定是自己想办法运送荔枝了，到时候他连毛都捞不着，功劳全是人家的。李善德心里不想承认，还抱着一线希望。到了第二天，于常氏果然没有想去见李善德的想法。他看了李善德转运荔枝的方案，转运之法极为精密，环环相扣，看来李善德是下了功夫的，没有他这事还真成不了。但是不着急，先吊着他几天，到时候再帮他，他定会感恩戴德。李善德果然没等到于常氏，自己现在相信了韩十四的话了，有点灰心。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5集，我们下集见。为什么人这心都他妈比狼还凶？是我要吃荔枝吗？是我要吃吗？啊，那是圣人要吃，是右相你妹呀！是你妹要吃。回想这一路，在岭南何有光处处想杀了自己，好不容易想到了荔枝的转运之法，回到长安连渣子都递不上去，现如今连这转运之法都被人骗去，现在也只能在这家里发发牢骚。只要有生机，还是要去拼一下。阿米塔又何尝不是痛苦？本想来长安能为父亲报仇，可是如今在岭南的证据没有得到之前，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他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重回岭南。他去找了卢焕，说自己想借着荔枝转运之名重回岭南，因为他想到一个人，他手里一定有和有光贿赂右相的证据，自己有信心能说服他倒戈。但是现在荔枝使遇到麻烦了，希望卢焕能帮忙一下。卢焕说荔枝转运之事是右相的差事，左相这边说不上话，但是得到一个消息，就是平康坊的17娘背后的金主可能是右相，让李善德去求17娘帮忙。17娘和他有借贷关系，相信他不能见死不救。云清查出来，阿土掌握着何有光买火油的证据，曾经把证据给了他的情人阿柴，让郑平安去查一下这个阿柴。郑平安只能去荔枝园找阿童帮忙。阿童看他还算诚恳，决定帮他找阿柴。阿米塔说的有证据的人就是赵新明。赵新明自从在空浪坊见了郑平安之后，一直心神不宁，种种迹象表明郑平安就不是马归云。如果不是马归云，那他就不是右相的人；如果他是左相的人，那么他就是来调查何有光的。想想都可怕，让媳妇保存好何有光贪污的证据，关键时刻能保命。李善德买了几个玉露团，再次来到左藏署，找到乐平，对自己上次的冲动跟他道歉。乐平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小人，既然李善德低三下四的和自己道歉，自己也就不和他计较。李善德想向他打听一下哪里能找到于常氏，因为于常氏负责此次贵妃寿辰的采买之事，想向他打听一些情况。乐平告诉他自己和于常氏不熟，但是可以帮他打听一下。乐平转身就去找了于常氏，说了荔枝使的事情，让他给打发走了。于常氏不慌不忙地说，今日要请兵部、
户部几人吃饭，让他也来。乐平感谢于常氏的提拔，没成想这是于常氏的鸿门宴。宴上，于常氏说了李善德的事，他是到处的地渣子，全被他们拒绝了。他们可都是替圣人办事的，为难李善德就是和圣人作对。你们不应该互相推诿，这批文更应该速速给他办下。正好他写的札子，今日我带来了。众人一看情形，都答应马上回去给李善德办文书。李善德找到17娘，希望他能给右相递上一句话，能帮帮自己，要不然自己的钱恐怕也难还上他，并交出了自己的房契作为诚意。17娘本不想理他，但是也看不得他可怜的样子，说自己也见不到右相，但是可以帮他走一趟。17娘去见的是自己的主子于常氏，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6集，我们下集见。你这个忙，我帮不上。我便告辞了。慢着，今儿你已经向我交了10底，我会让你把房契带走吗？李善德想通过17娘见右相，被于常氏给拦下了。17娘还把他的房契给抢了，李善德简直痛不欲生。于常氏觉得时机到了，该给他的于下饵了。这个时候去帮李善德，李善德必定对他感恩戴德。李善德心灰意冷地回到乐游院，正在发牢骚之时，于常氏来了，诚恳地道歉自己的失约，说自己这几日都在帮他跑文书的事情。李善德看见文书都批下来了，哪里还用他道歉，简直就是自己的恩人。这批文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论算筹，我不如你严谨，但我在宫中多年，跟各衙署打交道，我还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办法。李善德乐坏了，说有了文书，自己就可以开始运荔枝了。于常氏让他不要急，想要顺利的运送荔枝，需要得到右相的相助。李善德诧异，自己的身份恐怕右相不会见自己的。明日午时，右相会经过宫门甬道，到时候你能不能让他为你出租，就看你李大师的造化了。决定去拦右相，还有点紧张，自己本来就不懂迎合之术。阿米塔安慰他，让他就挑他擅长的说，多说这荔枝转运之术，有了阿米塔的宽慰，李善德好多了。阿米塔还有所求，希望他见到右相之后，能给他自己讨一个运送荔枝的身份。他要重回岭南，逼和有光就范，只有有右相的赐封，和有光才不敢动他。在宫门的甬道，右相正要进宫，李善德拦路，说了自己的身份。右相还是显示出他的威严，本要打他50大板，看他还算辛苦。这50大板由当值的防卫代打。李善德希望右相给他1刻钟的时间，听他讲一下他的荔枝转运方法。右相索性就让他说说。李善德需要一个能写字的地方，右相满足他。李善德就在这城门上开始把自己的荔枝转运之术全部都写在了墙上。右相惊叹，觉得这转运之法果然可行，问李善德既然可行，为什么还找自己？李善德信了于常氏和阿米塔的话，说自己愿意把这个运送荔枝的方法送给右相，让右相立功。右相说自己已经有了40多个职位，不需要这个差事来立功，让他有什么困难实话实说。李善德也就不客气了，说自己有一个胡商朋友阿米塔，让其相助。右相同意，让于常氏辅助自己。他能提及于常氏，还是于常氏抢了这个差事。右相不准，右相让当场的文武百官看看李善德的杰作。韩14进谏说，这个方法虽然不错，但是运送1颗荔枝的成本平均下来需要17贯500文，1颗荔枝的钱能买1头骆驼了。如此的劳民伤财，着实不值当。无断的有大臣附议，连李善德都觉得实在是浪费，让右相收回成命。右相却不以为然，说这样才能显示我朝的威武，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圣人就是想让世人都知道，在我堂，天纵然再高，可圣人却并不远。众位大臣如此说，无非就是想博你个清官之名，为了大唐的威严，骂名让自己来背，给了李善德自己的令牌，让他放心大胆去做。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7集，我们下集见。李善德，你好大胆子，竟敢大闹上林署，逼我同僚自惭下跪！起来，都给我起来！都起来吧。李善德得到右相的认可，奉命着手荔枝转运之事，可谓是一夜翻身。回到上林署，同僚们都知道了李善德得到了右相的庇护，赶紧开始阿谀奉承起来，请求李善德的原谅。李善德没时间跟他们谈过去的事，让他们明天都不用来了。
这可给大家吓坏了，纷纷给他赔礼道歉，对他们以前做的事一件一件的认错。刘署令还不知道此事，觉得李善德大胆起来了，让大家赶紧准备。今天司农司要过来视察上林署，司农司卿来了之后，看李善德在这里，直接越过刘署令，和李善德打招呼，说既然李大使在此公干，自己就不打扰了，自己改日再来。给刘署令看得莫名其妙，这才知道李善德得志了，全听李大使吩咐。李善德要借用上林署，明日要召集各部门官员开个会，全力商讨配合之事。今日你们都把自己的事情放下，帮助李大使传唤各署衙，明日来我上林署听候李大使调遣。于常氏并没有觉得白忙活一场，又像喜欢摆弄人心。李善德在他面前提了自己，又像一定会怪罪自己没有向他禀报此事，但是自己不在乎，因为他知道又像想要什么。李善德的一夜翻身，可忙坏了曾经得罪过他的这些人。知道李善德喜欢吃玉露团，玉露团店的门口竟然排起了长队，都要买玉露团给李善德赔罪。李善德以前吃不起的玉露团，今日便吃个够。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别聊了，吃，5文钱一个，明天就不新鲜了。快，把那你吃。17娘也来了，归还了他的房契，说他的贷款契书不见了，他剩余的钱也不用还了，他们两清了。又像明里暗里的，还是在怪罪于常氏的不报之罪。于常氏说李善德的渣子少了一半的内容，他说的一半内容是李善德只写了荔枝转运之法，却没写转运成功之后他打开的这条商路。有了这条商路，以后是财源滚滚来。又像看他是懂自己的，让他以督办的职位和李善德一起去运荔枝，但是也提醒他永远的只是自己的一条狗。于常氏愿意誓死效忠右相，因为这帮聪明人总记不住大智若愚的道理。收车了。李善德召集了各部门官员上林署议事，各个官员争前恐后，生怕得罪了李善德。李善德没工夫和他们玩这套阿谀奉承，让大家各抒己见，各显神通。大家纷纷献策，让荔枝转运一路畅通。李善德很满意。这时候于常氏来了，于常氏放低姿态，说自己只是一个督办，一切听李大使指挥，给各个官员都看傻眼了。风光一时的于常氏对李大使都是毕恭毕敬，他们更是不敢怠慢了。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8集，我们下集见。不懂卡了可平可貌，须知报的少花的多叫超支，这报的多花的少呢叫结余在最困难的时候帮了自己，李善德现在可是把于常氏当成了自己的恩人。于常氏提醒他应该增加预算，防止路上出现的意外情况，别到时候花的超支了，这钱他可不出。李善德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有了这肥差，各个官员开始巴结于常氏了，说这荔枝转运不是小事，既然不是小事，路上就要准备周全，应该增加驿站。驿站的配置，无论是马匹骑手都要提高规格，综合一算下来，应该要增加一番的预算。于常氏却觉得少了，应该翻一番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按照你们的预算，我觉得还不够稳妥，再翻上。李善德的家里也挤满了访客，现在他得志了，都希望能关照一下。李善德却连声拒绝，对访客是一一谢绝。韩14也来了，觉得李善德也变了，已经不是当初认识的好友了，转身离开了。李善德该出发了，带着于常氏和阿米塔重回岭南。何有光知道之后是大惊，没想到还有阿米塔，这才知道他去了长安。不过没时间怪罪赵新民的办事不力，赶紧想应对之策。知道于常氏也来了，何有光了解他，无非就是想捞点油水，这倒好办。这个于常氏是出了名的上有边，汉官的那套路啊，好比咱手。既然荔枝转运的事儿木已成舟，不如就任由于常氏发挥，咱们只要伺候好了他，将来他在右善跟前给咱们美言几句。李善德一行人到达了高州刺史府，何有光出门热情迎接。于常氏装出一副清官的姿态，拒绝对方的一切招待，说所有事情听从李大使安排。李善德咸鱼翻身，让何有光安排官员和自己对接。6月初1马上就要到了，5月19日必须出发。还请刺史召集各位官吏，提早安排。何有光心中骂了1万句李善德，但是还要笑脸相迎，说高州大小官员全部听从李大使调遣。至于阿米塔，这次回来是作为胡商的代表，
既然何有光还称自己为义女，阿米塔也不客气，当着大家的面说何有光要为荔枝转运出钱出力。这胡商商会资助的钱是投呢，还是赠啊？胡商商会这些年在唐土承蒙圣恩，这钱自然是赠。何有光是吃了一个哑巴亏，于常氏之所以装成清官的样子，是因为这次他想做一个大局，要直接吃掉何有光。郑平安知道李善德回来之后是大惊，知道他把于常氏带来了，他是风光了，自己的假身份就要露馅了。李善德带的胡饼也解不了自己心灵上的伤害，还是赶紧回去想一个保命的方法吧。李善德又来到了荔枝园，和大家吹嘘了一下自己的风光之后，答应给大家带的葡萄酒也带来了。可是突然发现阿丽不见了。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29集，我们下集见。阿丽啊，我一定争取把荔枝运到长安，让你九泉之下。得知阿丽为了自己有一个活路，生生的把自己跑死，李善德是痛心不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荔枝运到长安，让阿丽九泉之下可以瞑目。自从于常氏来了之后，何有光总是心神不宁，猜不透他的心思，送了几波礼品都被赶了回来，和赵新明商量，也许马归云可以帮一下自己，他们都是右相的人，也许能说上话。此时的郑平安得知于常氏来了之后，怕自己假右相使者的身份暴露，决定先出去躲一下，去找阿柴去。我还以为是七郎怕了那长安来的于都使。我有怕的人吗？我如果怕，我在岭南就死花一回了。现在就算刺史府的人来敲门，我都不怕。这时候赵新明来了，郑平安赶紧装病，请他去一次刺史府。郑平安也不好拒绝。见到郑平安之后，何有光说了自己的难处，告诉他说自己送了几次礼品都被拒绝，不知道这个于常是想要什么，希望能让郑平安能帮他们去打探一下点。郑平安躲他还来不及，哪敢自己送上门，说自己不认识于常氏，所以也说不上话。何有光奇怪，怎么又像身边的人他怎么都不认识？什么叫密室？无人知晓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道啊！我要是敲锣打鼓的来，高阶远迎的走，那能叫密室吗？我不认识怎么了？何有光赶紧道歉，问他自己现在该怎么办，说人家不收礼，就是他们的礼品太小了，送他几个荔枝园和地契，于常氏就不好拒绝了。萧云川现在是胡商商会的行首，听命于何有光。何有光把对转运荔枝投资的钱分摊到他们商会，萧云川把这个钱让大家平摊，大家没有意见。但是当初他们是主动撤资的，苏亮倾家荡产投资李善德，如今再怎么好回去和他要生意，大家去找了苏亮，苏亮倒是大方，相信自己的眼力，投资李善德是正确的，愿意把生意和大家分享。阿米塔找到赵新明，说自己这次回来就是找何有光报仇的，希望赵新明能拿出何有光的犯罪证据。赵新明犹豫一下，说自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便匆匆走了。在李善德的引荐下，苏亮见到了于常氏，希望能和他达成合作，把运送荔枝的这条商道交给自己打理。于常氏却说，圣人不能把这条道路交给胡人的。苏亮不甘心，又说把马匹骑手的生意给自己来做，同样遭到拒绝，又说了建驿站的生意给自己。于常氏就没想让苏亮做这个生意，说他知道之前都是他在资助李善德，让他放心，会连本带利的全部归还苏亮。苏亮惊叹，自己忙前忙后的帮助李善德，最后什么生意也不给自己，质问李善德是不是在耍自己，甚至已经不再相信李善德了。李善德还想解释，但是他的辩解是那么的苍白无力。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30集，我们下集见。这个李善德呢，给阿米塔一个胡商代表的身份，他俩就绑在了一起。马归云跟空浪先生是一伙儿的，可这马归云跟李善德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地头虎对上了过江龙，据赵新明的分析，岭南是要变天了，应该要早做打算。但是现在他还没看懂一个人，就是这于常氏，不明白他来这里的目的。郑平安和阿米塔在阿童的帮助下找到了阿柴，阿柴是阿土的恋人。据调查，阿土很可能把何有光的重要证据给他，可是阿柴却说他们的感情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阿土曾经托人送来过一次药材，可是连句话都没带给自己，现在也只是剩下你个盒子留个念想。郑平安觉得不对劲，这个盒子根本不是装药材的盒子，而且听说只是送的很普通的药材，阿土不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只托人送一盒满大山都能采到的药材。因为这本不是药箱，这是海上专门放文毒的匣子，因为它防水防潮。会不会有人动了手脚？
此时的斜眼冯又没钱了，想和兰哥周转一下。斜眼冯本是他的长辈，可是就是烂泥扶不上墙，给他钱他就拿去赌，被兰哥给骂走了。于常氏的手下来到斗鸡坊，何有光安排赌了一局，赚了一大堆钱。这人可不像于常氏油盐不进，来者不拒，全部收下。看何有光还算诚恳，说了点题外话。于常氏是听说过他的海帆绸的，如今在这岭南也有自己点想法。待圣人吃上荔枝，那高州荔枝啊，定是风靡大唐。若是能早早发下这荔枝绸，各中利益，车载斗量。何有光没想到这于常氏竟然有这么大的胃口，是自己小看他了。郑平安过来找兰哥，说了斜眼冯可能调换了阿土交代他的所送之物，斜眼冯可能拿到了何有光犯罪的重要证据，让他赶紧找到斜眼冯。兰哥赶紧出城寻找，在斜眼冯想跑之前把他给拦下。在兰哥的威逼利诱之下，斜眼冯说了实话，说阿土交给自己的东西让他卖给了赵新明换钱了。据云清的分析，赵新明是想掌握证据，但是在事情没有明朗之前，他是不会交出来的。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31集，我们下集见。当年的海帆绸，那是个海盗发放，人一死就没人负责了。可今天这荔枝绸是官府发放的，每500文为一绸。何有光抢先一步发放了荔枝绸，以500文一绸的价格发放，让大家购买。百姓有了海帆绸的前车之鉴，都在犹豫之中。赵新明告诉大家，这是官府发放的，让大家放心购买。等荔枝传遍大唐之日，就是荔枝绸大涨之时，吴商们都没了意见，向苏亮讨教应对这荔枝绸之策。苏亮让大家冷静对待，先观望，自己拿了一张荔枝绸去告诉了李善德。李善德觉得何有光也太大胆了，自己的荔枝还没运送，他就这样的大肆敛财，把此事报告给于常氏，让于常氏现在就办他。谁敢说我有银牌？谁还打过右相吗？那不行，回传，我给你作证，办他。刺史府来了一位小道人，何有光亲自出门迎接，并且闭门谢客。小道人告诉他，天机将至，何有光已经准备好了，说自己现在拿到了于兵符，掌握了水军，就等范阳的贵人一声令下。何有光已经多日闭门不见客，众人都是疑惑。赵新明更是急得不知如何，说可能会和荔枝绸出售的不好有关，胡商都在观望，都是苏亮从中捣乱，让杨校尉先找个理由把苏亮给抓起来。杨校尉以苏亮以荔枝使之名，假扮出行通关文牒的罪名，把他给抓起来。赵新明直接来到胡商商会，逼大家购买荔枝绸。何有光突然找赵新明，说于常氏是来办自己的，让赵新明赶紧跑路。赵新明不走，愿意和刺史同生共死。何有光却突然大笑起来，说果然没看错人，把自己多年的谋划告诉了他。原来何有光这些年装疯卖傻，沉迷斗鸡都是假象的，真正的目的是想造反，自己做皇上。赵新明惊叹，老子疯疯癫癫做这个刺史做了10年，你以为我真的全心全意都在乎那些鸡宝吗？我与范阳郡那位贵人相识已久，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在惦记谋划这件大事儿。回到家里的赵新明心思更重了，面对已经有了身孕的妻子，不知道该如何抉择，把妻子先安排出去，等自己办完事去找她，然后去找了于常氏和李善德，说了何有光要造反的事情，并且水军马上要登陆了，让2位大使定夺。于常氏义不容辞，要和何有光周旋，让李善德拿着右相的令牌去拦住水师登陆，自己要去赴何有光的约。此去凶多吉少，但是要富贵险中求。李善德城外拦住水师的前行，说了何有光要造反，让大家3思而后行。水师都督却说他们只听从于兵符的调令，不能相信他的一面之词。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32集，我们下集见。即便我们回到了海上，也是听命于右相。若是我们现在执意向前，那可就成了叛军了。士可战死，绝不背负叛逆之名。都督，请三思！请都督三思！请都督三思啊！李善德成功的劝退了水师来犯。何有光和于承恩在悠闲的喝着酒，但是2人是各怀心思。赵新明开始行动，先是去了西郊，告诉大家计划有变，让大家撤军。统领说今天是关键时刻，只听命于何有光。赵新明不客气了，直接杀了统领。谁还有异议？让人去给杨校尉报信，说西郊已经撤军，何有光谋杀京城官员，计谋被识破，已经伏法，让大家投降撤军。杨校尉看大家纷纷交了兵器，自己还是不相信何有光死了，带了几个亲信要亲自查看。于承恩也不装了，说当年何有光从海盗摇身一变成了刺史，能办到这件事的京城只有3个人，
一个是圣上，一个是当年的右相，这2个人没暇顾及他，所以只有那位装疯卖傻的人。何有光也不否认自己造反的心已经藏不住了，索性不藏了。于承恩拿出了一个珠花，说自己还是被他带到长安的。何有光想起来了，当年自己劫船，他就是船上那个争抢主人珠花的下人。当时何有光看他品行恶，让人直接扔海里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你就是那个恶童。拜你所赐，某才进了宫。缘分啊！我当初怎么都给宰了你？赵新明来了，何有光让他把于承恩拿下，可是赵新明却没有听命于他，直接去求于承恩，说何有光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求放过他一条性命。于承恩却说自己只是一个内侍，没有权利杀朝廷命官的，让何有光走吧。何有光心灰意冷。当年海虎碎心的时候，我把他宰了。今天我最信的是他判了我天道轮回呀！狼狈的回到刺史府，可是刺史府的人全都叛变了，将他给打了出来，又跑到大街上，兰哥带人将他围住，还是杨校尉拼死给他救出来。何有光逃到城门外，阿米塔在这里等候多时，一刀将其斩杀。这一天，你和我阿爷都等了10年。老子来这世上走这一遭，好玩啊！得知何有光死了之后，于承恩觉得是时候该自己行动了。来到刺史府，赵新明正在清点何有光的财产，说把这些财物会派人送去平康坊，交由17娘保管。写了一份何有光的罪证，说他拥兵自重，敛财谋反。于承恩却觉得他写的不好，需要改一下，就说他以利之仇敛财。于承恩发现后加以阻止，却对自己动了杀心，见事情败露，畏罪自尽。赵新明都不得不感叹于承恩的计谋，安排下去。现在最主要的是运送荔枝，至于经费，还要赵新明去想办法。现在遇到一个难题，赵新明把苏亮给放了，可是转身他就出海跑了，一个双层瓮也没有留下，没有双层瓮没法运送荔枝了，这可给大家急坏了。一个伙计在七凤楼捡到一支珠花，送给了云清，云清惊呼，没想到自己寻了多年的仇人自己出现了。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33集，我们下集见。顷刻贵妃诞辰，特发此令，号召百姓踊跃为朝廷效力，同圣人和贵妃同庆。能为圣人和贵妃效力，这可是咱们岭南的福分呢啊！还望诸位有钱的出钱。转运荔枝的事情，于承恩已经全面接手，已经变了味道，所需费用全部由百姓买单，不出钱就直接抢，百姓已经唉声哉道。云清来找到赵新明，说了当年的故事。当年于承恩杀了同村的人，为的就是抢一支珠花，他的家人要杀了他，他就把他的家人全杀了，因此流浪街头。他们家人看他可怜，收留了他。可是这人恩将仇报，只因他的父亲买了一个同样的珠花送给自己，他便想对自己动了杀心。可是那时候在海上遭遇了何有光的打劫，何有光杀了自己的父亲，把于承恩也扔进了海里。云清之所以说这些，是想告诉赵新明，于承恩并非明主，他是一个阴险狡诈之人。如果他愿意投靠他，就把这个珠花送给于承恩，博得一个奖赏。赵新明犹豫，但是还是决定离开，说就当自己没来过。今日全当我没来过，告辞。不送。苏亮现在失踪了，市面上又找不到双层瓮，没有双层瓮就运送不了荔枝。就在李善德绝望之时，他发现了阿童给自己做的竹筒饭，忽发奇想，他们可以用竹筒来运送荔枝，让人马上准备竹筒来运送荔枝。又向发来消息，说要增加运送荔枝的数量到30丛。阿米塔为父亲报仇了，重新回到海上，留了一封书信和李善德告别。荔枝数量增加，于承恩命人去砍荔枝树。李善德知道后，赶紧去阻止，这样砍树，荔枝园就毁了。那这些洞人以后怎么办？于承恩哪里管这些，又向那边要增加30丛荔枝树，加上路上的损耗，自己这边就要砍100棵，甚至200棵。这些荔枝树砍了，你说明年你让这些洞人怎么办？拿什么活？差事办不成，你我可是想掉脑袋的。你不顾及你的女儿吗？阿童也在怪罪李善德，可是李善德无能为力。赵新明听说于承恩把杨校尉一家满门抄斩，他已经开始肃清高州旧将了，自己不能等了，把收集的所有何有光的犯罪证据交给了云清。云清让郑平安马上回长安，把这些证据交给卢焕。李善德去给了荔枝园的大家道歉，说自己回长安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自己先踏上回长安的路。
运送荔枝事宜全权由于承恩负责。赵新明也把苏亮给放出来了。苏亮看着空空荡荡的荔枝园，心中不免感慨，只是黄粱一梦，是时候离开了。运送荔枝的队伍已经快到长安了。于承恩追上了李善德，还想解释一下，李善德不想理他，去看了一下运送荔枝的队伍，告诉大家马上到长安了。由于在岭南采的荔枝是青果，让大家把带的陵禽放入存放荔枝的竹筒里催熟，暗地里给严雅庄一封信，让按照上面的地址，一定要在荔枝进京前送到。严雅庄把李善德的信送给了郑平安，郑平安把收集的何有光所有罪证送给了卢焕。运送荔枝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回到长安，于承恩和李善德亲手把荔枝敬上给右相，右相欣喜，只等圣人和贵妃品尝。这时候李善德炸锅了，心中有疑惑，让右相解惑一下，说此次运送荔枝花费了2万贯，平均下来一颗荔枝要100贯，这可是一个普通人家10年的收入，而且这些钱都是从岭南和沿途的百姓那里收刮来的，如此的劳民伤财，到底值不值得？右相已经开始不满意了。可是李善德这些话不吐不快。这就是长安的荔枝第34集，我们下集大结局见。右相可知道，岭南的荔枝园里砍了多少成树吗？有多少骑手奔波涉险？有多少木间马匹横死？多少江河强弩折断？又有多少人为之丧命？长安的荔枝迎来大结局，有多少还在意难平？荔枝虽然运回来了，但是如此的劳民伤财，这不是李善德想看见的。李善德如此的顶撞右相，右相不想与他争辩，因为圣人和贵妃马上就来了。这个官儿，我不当也罢，我不想成为日后史书里写的那样，成为一个佞臣，一个酷吏，一个媚上欺下的小人。滚！于承恩觉得李善德不能留，命人杀了他。郑平安收到李善德送来的信之后，把秀儿带到指定的地点与他会合。李善德要带着秀儿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岭南。郑平安想等待一个结果。圣人和贵妃已经到达乐游院，于承恩献上从岭南带的荔枝。左相还想为李善德邀一下功，可是右相却说这荔枝都是于承恩从岭南运来的，都是于承恩的功劳，而李善德只不过是一个纸上谈兵的家伙。郑平安回到家里，发现家中已经被围上了，说明自己在右相那里暴露了，赶紧走，决定去李善德家里躲一下。发现这些人也在找李善德，并且要出城追击，马上拦住这伙人，说自己也在找李善德，趁着对方不留意，带着狗儿和云清的手下骆驼就和对方干了，给李善德逃跑争取时间。对方是拦下了，郑平安自己也不行了，最终还是没挺住，含恨离世。狗儿忠诚，自尽陪着郑平安一同去了。在右相和于承恩的一阵吹嘘之下，圣人和贵妃拨开荔枝准备享用，可是却发现荔枝已经流汁腐坏了。原来在到达长安之前，李善德让人在运送的荔枝的竹筒里加了陵禽催熟，导致了荔枝的提前腐坏，为的就是不让这荔枝转运成功，这样岭南的洞人就不用再被朝中骚扰。于承恩和右相赶紧解释求饶，贵妃也听说了，他们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运送这荔枝，难道他们想陷自己于不义？这荔枝运成了，是你的功绩，败了，却因为本宫的口腹之欲。于成氏可真是好算计。奴婢不敢，奴婢该死。这时候左相站出来了，说了有些人就像这荔枝，表面光鲜，内心已经腐败，拿出了何有光贿赂右相的账本证据，还有何有光给右相写的效忠信。圣人看后是大怒，你真是让朕开了眼了。李善德去祭拜了妻子，觉得也无遗憾，把自己私藏的鲜荔枝给了秀儿吃一颗。阿爷真甜。右相的地位还是难以撼动，但是在朝中已经失了人心和圣人的恩宠，赐予承恩一条白绫自尽。左相为荔枝使求情，李善德的去留也不再追究。李善德带着秀儿回到岭南荔枝园，得到了大家的原谅。你还在生我阿爷的气吗？等他把答应我的荔枝树一棵不少的补充完，剩出叶子再说吧。你别操这个心了，你赶紧写。最意难平的还是苏亮，可是始终还是没有他的消息。韩14来信，很是羡慕李善德的生活，他的离开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云清重新回到长安，和卢焕再续前缘。李善德远离喧嚣，也躲过了长安之后的政变，可谓是因祸得福。这就是长安的荔枝大结局，我们再会。来克塞拉提多，你的功力，你活到对着门房干是哪天？这个什么的去了，来自萨拉丁。
満貫が見たかったのに。なんで誰もライスが勝つことなんて望んでなかった。なんでブルボンじゃないんだよ。ライスがブルボンさんたちの夢を壊して、みんな悲しんでる。ブルボン次頑張れ三冠馬娘見たかったけど、よくやったまた応援するねブルボン大好きライスをみんなに認めてほしかった。ブルボンさんに勝つことができれば、きっと認めてくれると思った。だから一生懸命頑張った。もうライスの勝利なんて誰も求めてなかった。ライスが勝ったのに、みんなライスを全て認めてくれなかった。みんなから嫌われてブーイングされて、みんな不幸にしちゃう。祝福の名前をもらったのに、ベースシャワーなのに。ダメ。行かせないわ。何をしてるんだ、レイリー。やめてくれ。私の音楽を行くわよ。마리움마 무슨 엄마에는 쓴데 마리움마 자는 엄마에는 쓴데 마리움마 무슨 엄마에는 쓴데 마리움마 자는 엄마에는 쓴데 마리움마 무슨 엄마에는 쓴데 俺と博物館巡りしませんか。悪いけど、私そういう年寄り臭いの趣味じゃないし。じゃあね。電話の時間が。こんばんは。はじめ、いいのマジで助かるわ。ちょっと頭皮に傷ごと、こんな。それくらいすぐ再生するだろう。問題なし。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兩個決定不聽叫喚跟他歸家。先生が猫を引き取ってくれません。好きなんですよね、猫。好きとかじゃないよ。そういうんじゃない。い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もう、自由にしてあげて。3回目。你的喜怒哀乐全部都是我的坚决，发现心里和你已经聊到了深夜，晚上真希望和你做的不老实现，我的世界里就是那东西，火烈化学里面的汾油，你是羊来我是姜。来週文化祭がありました。俺、もう急に。Fungo, with my lingo, I meet it like a wingo. All I know is I'm into you, 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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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yeah, it's you, it's you, まあ、ゲームしようぜ。お前はどうだ？俺がなんだって？